首富富家的少夫人一连生了6个儿子，第7胎终于诞下了软软糯糯的小公主。可这软糯小团子刚出生就被拐走了，阴差阳错之下在孤儿院待了3年，只因每次有人来收养小团子，都会被跟他一起长大的姐姐破坏。而等到姐姐被有钱人接走时，却说什么也要带上她。他以为姐姐是舍不得自己，谁知姐姐却让他住小黑屋里欺负他，完全忘了自己是借着小团子的运气才能被亲生父母找到。姐姐的爸妈对此却视而不见。自从女儿回来，他们的生意就顺得很，就连首富富家都和他们合作。为了哄宝贝女儿高兴，林母直接把小团子富悠悠关在了门外，你给我在外面好好反省，什么时候小田满意了再放你进来。悠悠委屈地看着紧闭的大门，他也好想要一个家呀。这时一个苍老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小奶娃，老夫掐指一算，你是大富大贵之人，现在正在经历上天给你的磨难，你可愿意让我助你摆脱磨难？悠悠惊讶地扭过小脑袋，这话听起来好像电视里的骗子，可是他又觉得眼前的老爷爷不像坏人。犹豫半天，他终于点点头，悠悠愿意。算命老头十分满意地看着悠悠，他也是找了好久才替有人找到这个孩子，只可惜他的老友现在不方便露面。没过多久，他就带着悠悠来到了另一片别墅区，看着那比邻家更豪华的楼房，悠悠心里不住地打小鼓。最终他鼓起勇气走上前，按照算命老头教的对门卫开口，哥哥，我来找我爸爸，我爸爸叫傅景天。门卫听到这个名字一个踉跄差点摔倒，今世谁不知道首富傅景天有6个儿子，好不容易生了一个女儿还走丢了。这些年为了寻找女儿的下落，傅家的悬赏金额已经超过了10个亿，不过为了保险起见，门卫还是拨通了一个内部电话。傅先生您好，大门口有个小娃娃，说是您的女儿。电话那边沉默了片刻，傅景天烦躁地揉了揉眉心，他都记不得这是这个月第几个，你问问他左手臂上有没有胎记。听了门卫转述的问题，悠悠眨了眨眼睛，悠悠左手臂上什么都没有啊。闻言门卫心里一沉，可惜了，看来这么可爱的小姑娘也不是傅家女儿。谁知悠悠软糯的小奶音却没有停，悠悠只有右手臂上有一个4叶草的形状的。还没等门卫反应，电话那一头的傅景天却激动得差点哭出来，这是唯一一个说出正确胎记的人，因为冒充的人太多，所以他才会故意说些半真半假的话。5分钟后，苏景天小跑着冲进了警卫室，当看见沙发上的小奶团子时，他的眼泪终于不争气地掉了下来。现在他能确定，这就是他丢失多年的宝贝女儿，那双眼睛和他妻子小时候一模一样。宝贝，你告诉爸爸，这些年你都在哪里？有没有受委屈？悠悠看着面前的高大男人，觉得莫名有种亲切，他瘪了瘪嘴。悠悠是被阿姨赶出来的。傅景天的脾气一下子就上来了，什么人居然敢赶你？爸爸给你出气。说着他向门卫道了谢，就带着悠悠匆匆朝家里走去。不是他不着急去找那些人算账，而是悠悠身上的衣服太薄，他怕宝贝女儿生病。悠悠，爸爸先带你去换身漂亮衣服好不好？你喜欢什么颜色的裙子？不等悠悠回答，傅景天自己先陷入了纠结。听说小女孩都喜欢粉色，可是蓝色好像也不错。哎呀，宝贝女儿这么可爱，穿紫色肯定也好看。算了，还是暂时每种颜色都买个100件吧，别的回头再说。傅景天很快拨通了助理的电话，全城的公主群5分钟内送到。助理听到这个要求简直目瞪口呆，总裁不会是想女儿想到疯了吧？莫等他回话，苏景天就挂断了电话，然后在家族群发了一句，悠悠找到了，我这就带她回去。这话一出，整个傅家都炸了，所有人都不住地询问悠悠的情况，还摩拳擦掌的要准备礼物。70岁的傅老爷子拄着拐杖跑进厨房，3更半夜非要盯着厨师做小点心。不多时，门口传来迎接声，傅老爷子赶紧整了整衣服走出去，走了2步又紧张地停下。老贺，你看我这样子是不是太严肃了？会不会吓到悠悠？贺管家不由失笑，这还是那个平时说一不二，让全家上下都敬畏的老爷子吗？没一会儿，一个小小的身影走了进来。悠悠看着房子里的装潢，眼睛睁得大大的。这个房间比小田姐姐整个家都大耶。傅老爷子看见小姑娘，顿时心疼坏了。瞧着瘦瘦巴巴的小脸，肯定吃了不少苦吧？爷爷好，我是悠悠。软糯清甜的小奶音响了起来，让傅老爷子的心都要化了。嘿嘿嘿，这原来就是有孙女的感觉啊！以后他也能带着宝贝孙女四处炫耀。悠悠，快过来，爷爷给你准备了很多好吃的。说话间，傅景天订的衣服也到了。悠悠，先来这边，爸爸给你买了漂亮的小裙子，你看看喜欢哪一件？父子2人之间瞬间爆出了火花，这可是关系到悠悠回家收到的第1份礼物，他们绝不能输给对方。最后还是端水大师悠悠走到餐桌前，伸出小手拿了好几块糕点，爷爷1块，爸爸1块，悠悠1块，吃饱了再一起去选裙子。傅家父子被个小奶团子哄得服服帖帖，并排张着嘴任由悠悠投喂。然后趁着悠悠换衣服的时间，傅景天坐到沙发上，简单把悠悠这些天的遭遇说了一遍。这些都是刚才秘书大致调查到的，却依旧让傅老爷子气得猛拍桌子，岂有此理！我现在就要去找他们算账。贺管家立刻备车。话音落，他却愣住了，因为这时悠悠已经在佣人的帮助下换了一件粉嫩嫩的蓬蓬裙，头上还绑了个大蝴蝶结，从楼梯上走了下来。洋娃娃一样的气质直击2个大男人心脏。傅老爷子捂着胸口直哎呦，不愧是我宝贝孙女，以后爷爷的钱全部给咱们悠悠宝贝花。与此同时，林小田家林母正站在门口骂骂咧咧，这个傅悠悠真是无法无天，让他在门口反省，竟然敢跑出去。林父沉着脸坐在沙发上，跑就跑吧，最好再也别回来了。过几天我要请傅家人来谈合作，万一那死丫头冲撞了人家可不好。小田看父母不打算去找傅悠悠，心里有些着急了。要是没了傅悠悠，他以后欺负谁，又让谁来衬托他的乖巧能干？他张了张嘴，正想说什么，管家突然一脸激动地跑了进来。先生，傅家的人来了。林父赶紧站起来，兴奋地理了理自己的衣服，快快快，把人请进来，再把我珍藏的茶叶拿出来。虽然不清楚傅家的人为什么来了，但是他知道自家的好日子要来了。傅总大驾光临，有失远迎，还希望您多多包涵了。林父狗腿地跟在苏景天旁边，脸上带着谄媚的笑，全然没有注
注意到后面的傅老爷子和傅老爷子牵着的小悠悠。傅景天看都没看林父一眼，冷哼一声，客套话就不必多说了，我今天过来是给我女儿讨回公道的。闻言林父表情一僵，什么讨回公道？他根本不认识傅总的女儿，不对，应该说傅总什么时候有女儿了？可等他看到苏景天从一个老人手里接过一个小姑娘抱在怀中，林父吓得站都快要站不稳了。同样惊恐的还有小田和林母，他们只觉得脑子不够用了。傅悠悠不是一个没人要的孤儿吗？什么时候变成傅总的女儿了？见没有人说话，苏景天冷着一张脸看过来，声音如同刺骨的寒风。你们对我女儿做过的事我已经了解清楚了，我们傅家的做事风格，相信你们有所耳闻，不知道也没关系，我不介意让你们亲自体验一次。我这个人一向护短，我看我们两家的合作没什么可谈的必要了。旁边的林母听了顿时吓得大惊失色，傅总，您千万不能取消合作呀！这小孩子说的话没几句真的，我们对悠悠好着呢。林父也反应了过来，赶紧附和着林母，没错没错，傅总，您要是不相信，可以问问我们家里的佣人，我们对悠悠就跟亲生女儿一样。不等傅景天开口，傅老爷子就冷笑一声，你们把我傅家当傻子糊弄吗？那些佣人都是你们家的人，说的话鬼才信。不过他转身朝几个保镖吩咐，把我给他们准备的大礼拿上来。就见几个保镖提着几桶冰块走了进来。根据傅家人的调查，有一次悠悠因为把水洒在了地上，就被林家人罚跪了一晚上，给我把冰水全部浇他们身上，每个人10桶。说着，傅老爷子的目光落到了小田身上，那个小的也不能放过，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哗哗哗，一桶桶冰水浇下来，林家3口顿时觉得只身冰窖，一个个瘫倒在地，动弹不得。傅景天看着老父亲发号施令，心里突然有点不平衡。他爸把事情做完了，那他还怎么在宝贝女儿面前表现？想到这，傅景天立刻不甘示弱，对着旁边的保镖说道：“去准备几碗馊掉的饭菜，我要看着他们吃完。”林家人一听，顿时浑身都是一个机灵，馊掉的饭菜可不能吃的呀，搞不好会出人命的。小田哇的一声就吓哭了，我才不要吃那种东西，我爸爸妈妈说我是公主，只有小贱种才吃馊饭。一旁的林府一听就变了脸，赶紧捂住女儿的嘴，然后跪着爬到傅景天脚边，冲着他怀里的悠悠哀求：“悠悠，叔叔知道错了，叔叔以前不该那样对你，你原谅叔叔好不好？”悠悠不明所以的眨巴着眼睛，然后下一秒就觉得身体腾空，被傅老爷子抢了过去。悠悠是乖孩子，不可以看丑东西，看了会长针眼的，跟爷爷回家去睡觉觉好不好？他是怕悠悠看了这些场面会留下什么心理阴影，才不想让悠悠在这里待太久。悠悠乖巧的点了点头，头上那撮呆毛也跟着晃动了几下。傅景天眼看着老爸又把宝贝女儿拐走了，气得直咬牙，只好拿林家3口撒气，把这些馊饭馊菜全部塞到他们嘴巴里，一粒米也不能浪费。还有一会儿把他们身上的厚衣服给我扒了，扔到外面去吹一晚上的风，欺负他宝贝女儿，他就要让这些人全部付出代价。他们家宝贝可不是这么好欺负的。悠悠回到傅家别墅，睡在了软绵绵的大床上，这是悠悠第一次睡得这么舒服和安心，更不用说临睡前爸爸还特地来陪他，给他念好听的故事，哄他睡觉。悠悠一觉睡到了自然醒，他自己穿好衣服刚走到楼下，却听到傅老爷子骂骂咧咧的声音传来：“富豪，你昨晚上是不是又熬夜玩手机了？怎么现在才起床？你知不知道你今天还要上课？整天睡懒觉像什么话？”同时一阵哭嚎声在餐厅响起。爷爷你偏心，凭什么大哥他们睡懒觉你就不说，就光知道说我？见富豪还在狡辩，傅老爷子的怒气更深了，你跟你大哥能比吗？他每天熬夜处理公司的事情，早晨多睡一会儿是应该的。你再看看你每天回家也不写作业，就知道玩。你知不知道你们老师打了多少电话给我？我这老脸都被你丢尽了。傅老爷子越说越起劲，举起拐杖就要教训这个不成器的小孙子。富豪嚎得更大声了，边抹眼泪边上蹿下跳。要是被学校里的小弟看见他身上的伤，他以后还有什么威严？他一定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爷爷，我错了，别打脸，我再也不睡懒觉了。门口的悠悠听这声惨嚎，顿时吓得心里一咯噔。他今天也睡懒觉了，爷爷会不会也生他的气？他有些紧张，不知道该不该走进餐厅。这时傅老爷子抬头向这边看过来，手中的动作瞬间僵住。富豪见拐杖迟迟没有落下来，还以为他爷爷在憋大招呢，谁知一抬头，发现傅老爷子竟然无师自通了变脸绝技，脸上瞬间笑出了皱纹。悠悠，怎么这么早就起了？要不要再回去睡一会儿？早饭什么时候想吃都可以哦。富豪见爷爷突然变得那么慈祥，还以为自己在做梦。不过悠悠这个名字有点耳熟，他以前听妈妈说过，好像他们家里被拐走的妹妹就叫这个名字。富豪心里还是有些迷茫，也跟着抬头看去，只见一个穿着睡衣的小姑娘，头上顶着一撮小呆毛，正可爱的站在餐厅门口，看着悠悠的样子，富豪陷入了沉思。这个妹妹还挺好看的，就是太瘦了吧。他以前还想着等爸爸妈妈找到妹妹，他要带着妹妹去小弟面前炫耀，可现在这个样子，富豪在心里无声的叹了一口气。悠悠并不知道富豪在看自己，而是乖巧的朝傅老爷子走去。悠悠不睡了，悠悠现在超级有精神，没走2步已经被傅老爷子殷勤的抱起来。悠悠宝贝真棒，那我们就先吃早饭。走了2步他才想起来屋里还有个活人，又把悠悠抱到富豪面前。悠悠，这臭小子是你小哥哥富豪。悠悠的目光这才落到富豪身上，眼睛弯成一个漂亮的月牙。小哥哥你好，我是悠悠。他伸出小手在兜里掏了掏，摸到昨天苏景天给他的几颗糖。小哥哥，这是悠悠给你的见面礼。面对悠悠的突然示好，富豪的脸一瞬间红了起来。小孩子才喜欢糖，我是大孩子了。话虽然这么说，可他还是将糖果塞到了口袋里。不巧的是，富豪这话刚说完，就被刚走进来的苏景天听见了。他二话不说的在富豪脑袋上敲了一下。你说什么屁话吗？妹妹给你礼物还挑3拣4。然后他又转身看向了小团子。悠悠，你别听你小哥哥乱说，爸爸一会儿就把房产证改成你的名字，你小哥哥再胡说八道，就把他赶出去。傅老爷子也在一旁附和，没错。
错没错，以后这个家里悠悠宝贝说了算。爸，我还是不是你亲生的呀？我抗议，我要去做亲子鉴定。富豪气呼呼地背起书包，快要走出餐厅的时候，突然转头对苏景天放了一句狠话：等我妈回来，我一定要把今天的事告诉她。不过家里没有人理会富豪的撒泼无赖，傅景天更是不屑一顾，要是他老婆知道富豪欺负悠悠，不用他出手，他老婆就能收拾富豪一顿。见富豪离开，傅景天脸上的表情这才稍微好转了一点，将悠悠抱在自己腿上。悠悠，你回来的事情，爸爸已经和家里其他人说了，只是你哥哥们工作比较忙，不能马上赶回来。妈妈也是，但是悠悠不要担心，妈妈和哥哥们都会很喜欢你，他们都会帮悠悠的。悠悠乖巧地点了点头，朝着周围看了看，脸上的表情突然变得有些着急，抓着傅景天的手：爸爸，你看见小黄了吗？就是昨天和悠悠一起回家的那只小狗狗。傅景天一愣，回想了一下，昨天悠悠回家后，那只小黄狗就自己回去了，应该是它主人找它了吧？他不怎么在意那些猫猫狗狗，所以对于小黄狗的事情记得不是很清楚。悠悠脸上着急的表情依旧没有任何好转，还是旁边的傅老爷子站出来解释：我们带着悠悠去找那家人的时候，小黄跟着我们一块儿，下了车我听到有人叫小黄名字，然后小黄就跑回去了。听到小黄狗回了家，悠悠立刻紧张了起来，一把抱住傅景天，眼里含着泪花：爸爸，我们去把小黄接回来好不好？悠悠可以少吃点饭的，悠悠可以留一半给小黄吃的。他记得小黄的主人对他不好，小田父母和小黄狗主人是邻居，两家就隔了一个1米高的围墙。每次他去院子里除草，都会看见小黄被他小主人欺负，经常举起小黄把小黄朝地上摔，不然就是用脚踢小黄的肚子。小黄每次只能痛苦的呻吟几声。悠悠小手握成拳头，水汪汪的大眼睛期待的看着傅景天。其实傅景天是不喜欢养那些猫猫狗狗的，但是现在悠悠喜欢，他突然觉得养一只狗好像也没什么，这样家里也热闹一些。悠悠无聊还能和小狗玩一会儿。好，爸爸一会儿吃完饭就去帮悠悠把小黄接回来，悠悠也不用少吃饭，爸爸养得起，以后悠悠和小黄都要好好吃饭好不好？傅景天宠溺的揉了揉悠悠的脑袋，太好了，谢谢爸爸。悠悠奶乎乎的应了声，听得傅景天心都要化了。悠悠拒绝了爸爸喂他吃饭，他自己拿起勺子吃了起来，期间掉到桌子上的饭里，他还会小心翼翼地捡起来放到自己嘴里。傅景天和傅老爷子鼻尖一酸，满眼心疼地看着面前的小团子，他们真的不敢相信，这些年悠悠过的到底都是什么日子。吃完饭，悠悠陪着傅老爷子去花园里散步，傅景天先去联系了小黄的主人，小黄主人知道傅景天是有钱人，又非小黄不可，硬生生的要了5000万才同意。另一边，富豪背着书包走到2年级的教室，从包里拿出几颗糖放在自己小弟面前。哇，老大，这些糖好好看啊，我还是第一次看见这么好看的糖，这个形状好像一个小兔子，而且看上去好像很好吃。老大，我们可以拿1颗糖吗？说着，其中一个小男孩就要伸手拿，手还没有碰到糖果，就被富豪一掌无情的拍开，十分宝贝的收起糖果。当然不可以，这些糖可是我妹妹给我的，你们谁都不可以拿。闻言，几个小男孩眼里冒着星星。老大，你什么时候多了一个妹妹？我们可以去你家看看你妹妹吗？对啊，要不你把你妹妹悄悄背在书包里，带到学校来给我们看看。面对大家的起哄和期待，富豪想起的却是傅悠悠那瘦瘦的模样，他觉得现在的傅悠悠还不够可爱，就随便找了个理由糊弄过去。很快就到了上课时间，可富豪翻来翻去都没有找到自己的语文课本，他明明记得睡觉之前把语文书放到书包里了。富豪只能站起来如实和老师说明情况。语文老师知道这个年纪的孩子记性不好，只当富豪是忘在了家里，赶紧安慰着富豪：富豪同学，没关系的，老师现在给你家长打电话，让他们给你送来。说着让其他同学看一遍课文，自己带着富豪去了办公室，找到傅景天的电话拨了过去。喂，您好，请问您是富豪同学的家长吗？我是他语文老师。是这样的，语文老师把大致事情说了一遍，傅景天这才想起自己昨天给宝贝女儿讲完故事，遗忘在房间里的语文书，像是为了缓解自己此刻的尴尬。傅景天轻咳了几声，装出一副不知情的样子。老师，富豪的事我知道了，我一会把富豪的语文课本送来。这天刚到下班时间，傅景天就收拾好东西直接离开了公司，回去见他宝贝女儿是其一，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坑了富豪，心里多多少少有些过意不去，就想着去接他放学。看见自家老爸出现的时候，富豪愣了好久，甚至有一瞬间不相信自己眼睛。爸，你怎么来了？傅景天清了清嗓子，可嗨，今天公司不忙，顺路过来接你。你前几天不是说想吃冰激凌吗？今天爸爸给你买。真的吗？太好了。富豪高兴的在原地起跳，他并不知道他爸给他买冰激凌完全就是为了让自己心里不那么愧疚。叔叔，我想要一盒巧克力味的冰激凌。富豪高兴的走到摊主面前，傅景天看了一眼琳琅满目口味的冰激凌，陷入了纠结。他平时不怎么吃冰激凌，又很少给家里的孩子买冰激凌吃，完全不知道悠悠那个年纪喜欢什么口味。思来想去，傅景天大手一挥，把所有冰激凌口味都点了一遍。富豪激动的眼睛里冒着星星，他爸对他也太好了吧，居然给他买这么多冰激凌，他回去可以好好和小弟炫耀了。富豪伸手去接冰激凌，手还没有碰到就被傅景天无情的抢过。小孩子要那么多干什么？富豪眼巴巴的看着那些冰激凌，可是爸，这些不是你给我买的吗？我再吃一盒都不可以吗？傅景天无语的白了富豪一眼，谁说是给你买的？我那是给我宝贝女儿买的。富豪眼睛里满满都是不可思议。爸，傅悠悠不也是小孩子吗？凭什么她就可以吃这么多冰激凌？不公平！你这臭小子怎么说话的？悠悠是你妹妹，要是让我知道你欺负我宝贝女儿，你以后都不用回来了。说完，傅景天不管富豪，直接上了车。富豪的小学离傅家别墅不远，刚到家门口，傅景天就看见院子里一个穿着白色小裙子的小姑娘和小狗玩耍着。
傅景天忍不住拿起手机将这幅场景记录了下来。太好了，他又有新壁纸了，以后锁屏壁纸用老婆的照片，这样就能让别人知道他是有家室的男人。桌面壁纸就用他宝贝女儿的照片，开玩笑，他宝贝女儿长得这么可爱，照片当然不能让别人随便看了去。悠悠像是也注意到了一旁的傅景天，放下手里的玩具铲子朝傅景天跑去。爸爸，小哥哥。傅景天也不嫌悠悠玩过泥土的手脏，一把接住了面前软软糯糯的小团子，将冰激凌递到悠悠面前。宝贝，看爸爸给你带的冰激凌，没有哪一个小孩子不喜欢冰激凌。听到傅景天的话，悠悠小朋友双眼亮闪闪的看着傅景天，谢谢爸爸，只是悠悠现在还小，冰激凌不可以多吃，我们一天只能吃半盒好不好？好，小姑娘十分爽快的答应了。以前不管是在孤儿院还是小田家，她都没有吃过冰激凌，只看别人吃过，别说是半盒，就是让她吃一口她都高兴。洗完手，悠悠看着桌子上的冰激凌，没有着急自己先吃，而且将所有的冰激凌分成了4份，一边分着一边小声说道，这是爷爷的，这是爸爸的，这是管家伯伯的，这是小哥哥的，这是悠悠的，怎么悠悠的比别人少一盒啊？傅景天一眼就看出了其中的差距，因为悠悠是小孩子呀，小孩子就要吃少的，爸爸和爷爷吃多多的。傅景天看着女儿这么懂事，欣慰的笑了笑，把自己的冰激凌递给悠悠。悠悠这么懂事，爸爸的这份冰激凌就当是奖励悠悠的好不好？傅老爷子也在一旁附和，爷爷的也一起奖励给悠悠。小小姐这么懂事，管家伯伯的这份冰激凌也奖励给小小姐。富豪看大家都把冰激凌给了悠悠，看了看自己手里悠悠给他的5盒冰激凌，这么多冰激凌，他自己一个人也吃不了这么多，要不分给傅悠悠几盒吧？而且傅悠悠都分给他了，作为哥哥他当然要给妹妹起好带头作用。下定决心，富豪留了一盒自己喜欢的口味，剩下的全部推到悠悠小朋友面前。看着再次送回自己面前的冰激凌，悠悠不解，小哥哥，这是给悠悠的吗？悠悠歪着脑袋呆呆地看着富豪，头上一撮呆毛直直地立着，软萌可爱。富豪脸上染上一抹红晕，不自然地别过头不去看他。我是自己吃不完，可怜你才给你的，你可不要乱想。说着背上书包飞快跑上了楼，最后还是傅老爷子乐呵呵地帮他解决了难题。吃完冰淇淋后，傅老爷子提议道，悠悠，你小哥哥还要写作业，昨天悠悠不是说喜欢院子里的花花吗？爷爷带你去花园散散步看花花好不好啊？好呀，悠悠喜欢花花。提到去花园，悠悠比任何时候都要有活力，迫不及待地牵住爷爷的手。爷爷，悠悠准备好了，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去花园看花花呀？傅老爷子炫耀似的举起被悠悠牵着的那只手，满脸得意地看着自己儿子，看见没看见没，我宝贝孙女多喜欢我，牵我的手了。傅景天一时之间不知道说什么，他爸可能还不知道，他已经和悠悠说好明天带着悠悠去公司玩了。算了，先让他爸高兴高兴吧。看着自己宝贝孙女这副样子，傅老爷子情不自禁地笑了笑，戳了戳他的额头。爷爷现在就带着悠悠去。大理石铺成的道路两旁连接着一条条小路，道路两边用白色篱笆围着，里面种着各式各样的花，花团锦簇，争奇斗艳。悠悠长这么大第一次看见这么多好看的花，葡萄般水灵的大眼睛直直盯着院子里的花，小嘴张成一个 O 字形，忍不住就发出一声惊叹，哇，这里的花花好漂亮呀。悠悠很快回过神，看着花园里五颜六色的小花，兴高采烈地跑到了花坛边上。小花花你好呀，我叫傅悠悠。小花花，你在这里多久了呀？小花花，你好漂亮，我以前没有看见过这么漂亮的花花，你是什么花花？悠悠歪着小脑袋，声音软软糯糯的，人类，本姑娘可是牡丹，开的当然好看了。牡丹花骄傲地看着悠悠，悠悠眼睛亮晶晶地看着牡丹花，热情地和牡丹花打着招呼，牡丹你好啊，我叫悠悠哦。悠悠不是人类，悠悠是一棵给别人带来好运的四叶草呢。牡丹打量了悠悠一眼，完全不相信悠悠的话，骄傲地冷哼一声，一副别以为我不知道的样子看着悠悠，四叶草才不长你这个样子呢，因为悠悠在努力长大呀，然后就能变成人的。悠悠是声音奶乎乎的，听得花坛里的其他花都忍不住和他打招呼。悠悠是一棵四叶草，因为上辈子努力实现别人的愿望，得到了一次投胎转世成为人的机会，神明同意悠悠保留所有的记忆，但是投胎之后他必须要受3年的孤独之苦，所以他这才会流落在外失去亲人。四叶草你好呀，我是蝴蝶兰。四叶草四叶草，俺是牵牛花，还有我，我是悠悠。看见他们这么热情，小脸上绽开了一个好看的笑容。你们好呀。傅老爷子年纪大，悠悠又是小孩子，活力十足，一跑起来他完全跟不上。等到他赶上来的时候，小姑娘穿着一件粉红色连衣裙，正蹲在地上和花坛里的小花说着话，像是一个可爱的花仙子。傅老爷子看见这一幕，眉眼弯了弯，都有点不想上前打扰到悠悠小朋友了。他轻手轻脚地走了过去，即使他动作很轻，还是被悠悠发现了。悠悠高兴地跑过去抱住爷爷，用软绵绵的小奶音喊道，爷爷。被这么一喊，傅老爷子心都要化了，将悠悠抱起来。悠悠在干什么？在和漂亮的牡丹花花说话，还有蝴蝶兰花花，还有牵牛花花。悠悠掰着小指头一个一个的认真数着。傅老爷子听着悠悠的话没当回事，只以为这是小孩子的天性，殊不知正是这些童言童语帮助他们傅家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和不幸。悠悠还想继续散步吗？想的，悠悠趴在爷爷肩上和牡丹花挥了挥手，牡丹花花再见，还有其他花花们，悠悠要去散步了，下次再和你们玩哦。傅老爷子和悠悠散完步，已经到了晚饭时间。傅景天吩咐着管家，贺管家，麻烦你把这些饭菜端到傅燕房间门口。悠悠昨天听爸爸和爷爷提起过，他们说家里还有一个3哥哥叫傅燕。他看着傅景天，跑过去抱住傅景天的腿，抬起头问道，爸爸，悠悠可以和3哥哥玩吗？傅景天宠溺地摸了摸悠悠的头，温柔地说道，悠悠，现在暂时还不行哦，你3哥哥生病了，医生叔叔也在想办法帮助你3哥哥，等3哥哥的病好了，悠悠再和你3哥哥玩，
好不好啊？好吧，悠悠有些失落。如果见到三哥哥，他就可以让三哥哥变得幸运，三哥哥的病就会飞走了。这天晚上，悠悠还是听着傅景天的睡前故事入睡的。不过这次傅景天读的是专门买的童话故事，他可不想又因为自己疏忽，让富豪上课没课本。可是悠悠睡到凌晨的时候，迷迷糊糊突然感觉有些口渴，他伸出肉嘟嘟的小手揉了揉眼睛，房间里关着灯，黑压压的一片。他看了看旁边熟睡的爸爸，小心翼翼地掀开被子，没有选择开灯，而是自己一个人摸着黑，蹑手蹑脚地走出了房间。爸爸每天工作都很累，悠悠不能打扰爸爸休息。小姑娘悄悄地在走廊上走着，砰的一声，悠悠不知道是撞到了什么东西，揉了揉额头，然后抬起亮闪闪的大眼睛，只见自己面前站着一个高高瘦瘦的大哥哥，但是大哥哥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好像写着生人勿近几个字。悠悠只觉得眼前的这个大哥哥有点眼熟，在脑袋里寻找了一番。对了，这个大哥哥是客厅全家福里的哥哥，爸爸和爷爷给他指过每一个哥哥，所以他现在还记得他。小姑娘葡萄般的眼睛一下变得更亮了，用软乎乎的声音喊道：“三哥哥。”傅燕听见小姑娘软糯糯的小奶音，愣了一下，然后若无其事地绕开了小姑娘。悠悠看着三哥哥的背影不知所措，三哥哥好像不喜欢他呀。第二天，悠悠正在客厅玩积木，却发现傅燕穿着一身黑色衣服走了下来。贺管家看见傅燕下来的时候十分惊讶，从傅燕记事开始他就没有下来吃过饭，今天竟然主动下来吃早饭了。悠悠高兴地冲过去抱住自家三哥哥的头，软乎乎地说道：“三哥哥早上好。”悠悠抱住傅燕的时候，他身体突然僵住，看着眼前的小姑娘，说出了人生中不多的几句话：“放手。”悠悠失落地松开了自己的小手手。三哥哥，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悠悠埋着头，看不到脸上的表情，但单从他失落的声音来看，小姑娘心里现在铁定伤心极了。傅燕盯着悠悠看了好半天，这才面无表情地朝楼上走去。悠悠再次看着自家三哥哥的背影，三哥哥是不是生他的气了？可是他只是想让三哥哥变得幸运一点，不要再生病了。他是代表幸运的四叶草，被他抱过的人都能得到祝福。贺管家见状赶紧安慰道：“小小姐不用自责，三少爷一直都是这样的。小小姐要不要看动画片？”悠悠的眼睛里冒着星星期待地问：“悠悠可以吗？”“可以，小小姐想做什么都可以。”贺管家将悠悠带到沙发上坐下，然后打开电视给他找了个小猪佩奇。悠悠看见小猪猪动起来时，眼睛瞬间就亮了。可他还没看完一集，就有一个老太太带着一对夫妻和两个女孩从外面走了进来，打招呼道：“哎呀，这就是悠悠了吧？”贺管家看见他们的时候皱了皱眉，老太太不管贺管家是什么态度，直接走到悠悠面前挡住了他的动画片。“悠悠不认识我啊，我是你爷爷的姐姐，你应该叫我姑婆，我们是亲戚呢。”老太太紧紧地抓着悠悠枯瘦的小手，小孩子的皮肤娇嫩，悠悠觉得手腕有些疼，她不怎么喜欢这个老婆婆。老太太见悠悠一直不说话，突然有些生气了，音量不自觉地放大：“跟你说话呢，哑巴了。”黑暗的房间里，傅燕看着监控里的画面，脸上第一次有了生气的表情。她正准备动手，就看见富豪不知道从哪冲了过去，伸手将悠悠护在身后。“老太婆，你又来我们家要钱了。”老太太被富豪戳穿了心思，只好尴尬地笑了几声缓解气氛。“你这孩子说的什么话啊？什么叫来你们家要钱啊？我是你爷爷的姐姐，我们都是亲戚，亲戚之间就应该互帮互助。”贺管家见老太太这样厚脸皮，扶了扶眼睛，一脸严肃地看着他们：“不好意思，老太太，我们家小姐刚回来，如果你们想拜访，过几天再来吧。”说完，贺管家看着门口的保镖冷冷地吩咐：“送客。”老太太见状直接坐在地上：“天杀的，瞧瞧这是什么人啊！我不过就是来看看我弟弟的孙女，你们竟然要赶我走！哎呦，我这遭的是什么孽啊？怎么了？”傅景天的声音在客厅里响了起来。富豪见状赶紧跑过去告状：“爸，这个老太婆把妹妹的手都弄红了。”傅景天听到富豪的话大惊失色，顾不上坐在地上哭的老太太，三两下跑到了悠悠面前，看着悠悠发红的手腕，那心里就跟插了刀子似的。“悠悠，疼不疼？爸爸给你吹吹。”“爸爸，悠悠没事的，悠悠不疼。以前在孤儿院大家拿石头打我的时候，我都不觉得痛的呀。”悠悠其实没有想着告状，只是想让自己爸爸不要担心而已。傅景天看着悠悠，他真的无法想象他以前到底受了多少苦，石头砸在身上能不痛吗？老太太旁边一个看上去比悠悠大1-2岁的女孩，抹着眼泪走到傅景天面前，装出一副乖巧讨喜的样子解释：“舅爷爷，我奶奶不是故意的，她只是不小心，你不要生气。”傅景天没有理会那个小女孩。他们一家人的脸皮不是一般的厚。悠悠当初被人拐走时，他们那一家人不但帮忙也就算了，还想方设法想的朝他们家里塞小女孩，大言不惭的说什么忍痛割爱把他们2个女儿过继给他们家，说好听点是为了安慰他们一家人，说的难听点不就是看着他们家的钱了吗？2个女儿过继给他们家，他们傅家又是大家族，不可能不给2个孩子股份。老太太也只是傅老爷子的继姐，2个人根本没有血缘关系。这些年他们没亏待过老太太一家，可给他们的钱就跟无底洞一样只进不出。想到这里，再看看悠悠被老太太捏红的小手，傅景天直接冷着脸下了逐客令：“老太太，今天我们家不欢迎你们，你们请回吧。”老太太没有要到钱，当然不会走，当即开始撒泼：“怎么，你们这是瞧不上我们穷亲戚了？我可是你爸的姐姐，真不知道你们一家人怎么想的。丫头哪里有孙子值钱，丫头就是赔钱货。”老太太不依不饶地继续说道：“再说了，一个不知道哪儿长大的野丫头，你们还真把她当成了宝宝了？你们还不知道吧？我大孙女可是每年市里国画大赛第1名，我看这个野丫头连国画是什么都不知道。”悠悠眨巴着眼睛，歪着脑袋：“国画，孤儿院旁边的老奶奶经常教她的，她记得奶奶第一次教她的时候说过，那个画的名字就是叫国画。”悠悠知道答，老太太像是听到了什么笑话似的，毫不留情的哈哈大笑了几声，只觉得傅悠悠是为了面子在说谎，毕竟傅悠悠从小在孤儿院，就算知道有国画这种东西，肯定没有条件去学习。老太太满脸不屑一顾，将鄙夷的目光落到躲在悠悠身上：“不会就是不会，还非说自己会，我看你这个野丫头，就只是拿着几根木头在地上随
随便画几下吧。果然是乡下来的丫头，一天天的就知道说谎。傅景天听见老太太这样贬低自己的宝贝女儿，握紧拳头气不打一处来。老太太，麻烦您说话放尊重点，悠悠是我们傅家唯一的大小姐。老太太依旧不以为然，端出长辈的架势，一个野丫头罢了，要什么尊重啊？要说尊重，应该也是你们尊重我，我是傅老爷子的姐姐，是你们的长辈。老太太越说，脸上的表情就越得意，不知道的还以为当了玉帝亲妈。傅景天冷哼了一声，阴冷的目光看着老太太，阴阳怪气道：你确实是我爸姐姐，只不过没有血缘关系罢了。这话让老太太的脸瞬间气得通红，愤怒地盯着傅景天。平时她最讨厌别人说她和傅老爷子没有血缘这事情，季姐又怎么样？他们傅家的人有必要这么小气，把这些小事都分得那么清楚吗？悠悠小心翼翼地抓着傅景天衣服躲在身后，明亮清澈的大眼睛盯着老太太，声音软糯可人。奶奶告诉过悠悠，尊重是相互打，你不尊重悠悠，那悠悠也不要尊重你。悠悠气鼓鼓地鼓着两个腮帮子，脸上露出一个自认为可凶可凶的表情。殊不知她现在那副样子看上去有多可爱，活像一只瘦瘦小小的兔子在卖萌。富豪本来就不怎么喜欢老太太一家，现在听见老太太说悠悠，顿时生气极了。虽然她是小孩子，但毕竟从小生活在傅家这样的顶级豪门，她早就看出来老太太根本没把他们当家人，而是当成了 ATM 取款机，所以她当即附和了起来。我妹妹说的对，尊重是相互的，我们小孩子都懂得道理。老太婆你竟然不知道，你是不是都没有上过小学啊？富豪一边说着还一边朝老太太吐舌头，略，没文化真可怕。老太太被悠悠和富豪的话气得浑身发抖，像过山似的不停抖着，还想继续说什么，突然被身后的大孙女严梦婷拉住。严梦婷暗戳戳的使了一个眼神，示意老太太不要再继续惹怒傅家，他们今天是来找傅家借钱的，如果把傅家的人惹急了，傅家不愿意借钱，那他爸的公司只有宣布破产了，到时候他们一家人都要流落街头，过惯了荣华富贵的大小姐生活。严梦婷当然不愿意再去过普通人的生活。严梦婷走上前，俯下身子，露出一个十分亲切的笑容，看着悠悠，悠悠，我是姐姐，刚才姐姐听见你说你会国画，姐姐刚好也会，悠悠想不想和姐姐比赛，看看谁画得好？严梦婷笃定了傅悠悠说她会国画是在闹着玩，毕竟她像傅悠悠那么大的时候，才只能准确分辨个别国画材料，再加上傅悠悠在孤儿院长大，更不可能有机会接触国画这样的兴趣爱好，而她就不一样了。她家境优渥，10岁就获得了全市国画少年组第1名，就连一些老师都说她很能吃苦，进步空间还很大。如果照这样发展下去，她肯定能在全国甚至在国际上拿奖。傅悠悠一旦答应和她比赛，就只有出丑的份，到时候傅家的人就会知道傅悠悠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废物，顺便趁着这次机会让傅家人看到她的价值，取代傅悠悠现在的位置。悠悠不想和严梦婷比赛，严梦婷虽然是笑着说话，但悠悠总觉得那个笑容看上去怪怪的，不怎么舒服。不要，悠悠不要和姐姐比。见傅悠悠不同意和自己比赛，严梦婷也不着急，开始使出激将法。悠悠不和姐姐比赛是因为害怕了吗？才不是呢，悠悠不怕打。悠悠小奶音反驳的时候简直不要太可爱。既然悠悠不害怕，那为什么不和姐姐比赛呢？悠悠埋着头没有说话，长长的头发挡住了她的五官，看不见她的表情。富豪还以为是悠悠哭了，急得团团转。以前没有人叫过她哄过妹妹，她不知道该怎么哄啊。傅景天正准备替悠悠解围，就看见身下的小姑娘点了点头，行吧，悠悠和姐姐比赛，不过姐姐输了可不要哭鼻子哦。傅悠悠的话严梦婷没有放在心上，她一个20岁的人，怎么可能会输给一个乳臭未干的小丫头？悠悠跑到贺管家面前，抬起头期待地看着他，管家伯伯，你可以帮悠悠拿一张生宣纸吗？悠悠的话让所有人愣住了，生宣纸这个词很显然不是一个3岁小姑娘说得出来的话，更别提悠悠还没有学过国画。严梦婷瞪大眼睛，不可思议地看着这个还没她腿高的小团子，不可能，傅悠悠一个乡下来的小孩怎么可能会知道宣纸？老太太虽然不知道傅悠悠说的是什么，但是看见自己大孙女惊讶的表情，能推测出来他们小瞧了傅悠悠。不等大家回过神，贺管家就抱着一堆材料走了过来，小姐，您要的生宣纸我找来了，除了生宣纸，贺管家还把国画需要用到的毛笔、墨水、墨盘一并准备好了，谢谢管家伯伯。悠悠很有礼貌地跟贺管家道了谢，软软糯糯的声音将贺管家的心都萌化了。贺管家很快让人收拾好一张桌子，将毡子铺到桌子上，生宣纸放到了上面。严梦婷还是觉得傅悠悠根本不会画国画，就算会画，也不会比她画得好。悠悠妹妹，你打算画什么？严梦婷继续笑盈盈地看着悠悠，悠悠看着严梦婷，在小脑袋里思考了一会儿，没有选择瞒着严梦婷。悠悠要画花，悠悠心里清楚知道，她如果现在不说出来，一会儿画画的时候，这个笑容看起来怪怪的大姐姐也能看见她画的什么，还不如现在告诉这个大姐姐，不然正式开始画的时候，大姐姐一直朝她的方向看，很影响她画画的。悠悠回答完严梦婷的话，迈着小短腿兴致勃勃地跑到桌子前，因为桌子太高，悠悠又太矮了，哪怕她踮起脚也完全够不上。看着悠悠滑稽的样子，严梦婷轻蔑地笑了笑，没有选择伸手帮她，只是若无其事地走到桌前，拿起毛笔直接画了起来。从傅悠悠选择画花的时候，严梦婷就能猜出来，傅悠悠肯定就是刚学国画没多久，毕竟花和鸟这些东西可是国画里最基本最简单的，但是她要画的可没有那么简单，她要画的是一幅写意山水画。看见严梦婷已经开始画了，悠悠也没有着急，迈着小短腿跑过去求助傅景天，爸爸，你可以抱悠悠上去画画吗？悠悠太矮了，够不到桌子呀。先不说悠悠那软绵绵的小奶音，就冲傅景天喜欢女儿这一点，他也不会拒绝悠悠的要求。只见他单手将悠悠抱在怀里，步伐稳重地朝铺上生宣纸的桌子前走去。在傅景天眼里，不管悠悠答应严梦婷比赛画国画这件事是不是闹着玩的，他都会无条件支持悠悠，就算悠悠什么才艺也不会，他对悠悠的喜欢也分毫不减。悠悠站在椅子上，拿起一支不大不小的毛笔，用清水全部打湿，然后从墨盘中沾取了一少许墨水在笔尖的位置。悠悠拿着毛笔一起一落，凭着
着自己的记忆，不紧不慢地在生宣纸上画着。之前和傅老爷子散步时，在傅家花园里遇见的牡丹花，一开始只当悠悠在闹玩的傅景天，在看见悠悠的画慢慢成型时，已经惊讶到说不出来一句话，甚至很难相信自己眼睛看到的一切。眼前这幅明艳的牡丹花，真的只是一个3岁小女孩画出来的吗？严梦婷全部画完，信心十足地放下毛笔，准备过去好好嘲笑一下傅悠悠。谁知道当她看见傅悠悠还未画完的画时，直接愣在了原地。画中颜色单调，只有黑白灰3种颜色，但每一片花瓣都似乎有了自己的灵魂，姿态万千，婀娜多姿。严梦婷不可置信地摇着头，不可能的，这肯定不是傅悠悠画的。傅悠悠一个乡下来的野丫头，怎么可能会国画？而且画的还比她好，明明是最简单的入门，在傅悠悠笔下，她居然看到了和别人不一样的一面。严梦婷还没有从震惊中回过神，就听见悠悠的声音在旁边响了起来：“姐姐，你这样画是不对的哦。奶奶说画画的时候不能心急，也不要有功利心，要用心感受每一幅画。姐姐，你的画构图是没有问题的，但加上你那个画，这样构图就不对了。”悠悠一脸认真的和严梦婷说着她那幅山水画的问题。虽然悠悠不喜欢这个大姐姐，但是她不希望这个大姐姐不尊重画画，不能为了出名而画画。奶奶教她的道理，她一直记在心上。严梦婷面红耳赤的埋着头，她还是第一次被一个比自己小10几岁的小丫头指教，这要是传出去了，她面子往哪搁？最后谁胜谁负一目了然。老太太一家也不好说什么，只能灰头土脸的从哪儿来回哪儿去。刚走出傅家别墅，老太太就把所有的怒气撒到了严梦婷身上，一巴掌扇在她脸上：“你这个没用的废物，我们花了那么多钱送你学国画，你居然连一个小丫头都比不过！”严梦婷捂着脸，狼狈的看着面前的老人：“奶奶，我们能让傅悠悠走丢一次，就能让傅悠悠走丢第2次。没了傅悠悠，傅家的人难道还不愿意收养严玲吗？”与此同时，傅家别墅内，傅景天若有所思的看着悠悠画的那幅国画，这水平比好多国画大师还要高。傅景天蹲下身，亲切的看着小团子：“悠悠，你告诉爸爸，你这国画是谁教你的？还有，你说的奶奶是孤儿院旁边的奶奶呀？悠悠的国画是奶奶教我的，奶奶超级厉害哦！”悠悠小奶音在房间里兴奋的响起。傅景天揉了揉悠悠的小脑袋，没再多问，具体的情况他自然会慢慢调查。当务之急是带着悠悠吃饭。吃完饭后，傅景天就带着悠悠出门去公司了。这么软萌的闺女怎么能不炫耀一波呢？第一次跟爸爸出门的悠悠开心极了，但又害怕自己走丢，小手一直握着傅景天一个手指头。悠悠跟着傅景天去办公室的一路上，有不少人和傅景天打招呼：“董事长好。”傅景天朝着他们温和的笑了笑：“好，加油工作好。”和傅景天打招呼的员工愣着了，不敢相信眼前这个笑得温柔的人是他们印象里那个冷血无情的董事长。怎么感觉董事长今天不太正常？傅景天带着悠悠走远，所有人一窝蜂的聚在了一起，看着悠悠的背影讨论董事长牵着的那个小女孩是谁啊？长得也太可爱了吧！能被董事长牵着进来的小女孩，身份地位肯定不一般啊，说不定也是什么豪门的千金大小姐呢。我听说董事长今天要谈一个特别重要的合作，说不定那个小女孩就是今天合作商的女儿。可是我怎么觉得那个小女孩的五官和咱们董事长长得有点像呢？咱们董事长家里不是只有几个儿子吗？没听说什么时候多了一个女儿啊？很多人对于悠悠的身份充满了好奇。助理刚走过来，就看见大家聚在一起讨论着傅景天的事情。他突然想到昨天傅总的种种奇怪行为，难道说傅家那个失踪的小千金真的找到了？助理正想着，电梯门突然打开了，入目的是一个白玉雕琢的小团子。小姑娘站在电梯里，被傅景天牵着，身上穿着一件棕色小熊背带裙，蓬松柔软的头发刚好到肩膀的位置，脑袋上戴着一个毛茸茸的小熊帽子，五官精致的像个瓷娃娃，脸上带着笑，整个人看上去灵动可爱，像个小天使。助理只一眼就被蒙住了，心里也肯定了悠悠的身份。悠悠眉宇间和傅景天十分相似，不难看出来傅景天和悠悠两人的父女关系。傅景天脸上难得带着笑，助理跟在傅景天身边，除了傅夫人，很少有其他人能让傅景天笑得这么开心。到了办公室后，助理汇报工作的时候，傅景天也直接让悠悠坐在自己腿上，一副女儿奴的模样。而助理趁着傅景天此时心情好，也赶紧递上了这次的工作资料。傅总，这是您看中的几个项目的资料，其中论实力，深远集团实力最强。悠悠听到这个公司名字时，不知道为什么眼皮突然疯狂跳了起来。助理的话还在继续，而且深远集团背后靠着的公司，正是我们一直想合作的那个公司。现在这正是一个不错的机会，如果我们和深远集团合作，不要。助理话还没有说完，悠悠突然出声阻止，浑身的肌肉僵住，脸色惨白，看着自己宝贝女儿突然这样激动，脸色也不太好。傅景天还以为悠悠是病了，怎么了悠悠？是不是哪不舒服？爸爸现在叫家庭医生过来给你看看，或者去我们家私人医院看看，就在旁边，几分钟就到了。说着，傅景天慌慌张张的拿出手机，悠悠伸出肉嘟嘟的小手一把按住他的手，对上傅景天疑惑的眼神，悠悠不慌不忙认真的解释着：爸爸，悠悠没有不舒服，爸爸可不可以不要和这个深远集团合作呀？傅景天没想到一向乖巧的女儿会说这样的话，微微怔了片刻，打量起了眼前乖巧懂事的宝贝女儿。他的印象里悠悠一向乖巧，不可能无缘无故不让她和一个公司合作。悠悠能告诉爸爸为什么吗？悠悠皱着眉，薄薄的嘴唇抿成一条直线，肉嘟嘟的小脸此刻变得十分严肃，带着一种不同于这个年纪的成熟。它是代表幸运的四叶草，能通过一些契机看见一个人之后的命运走向。就在助理说出深远集团这4个字的时候，他突然看见了1周后的事情。傅景天和深远集团签订合同之后，才发现深远集团只是一个空壳子公司，但是他们擅长包装，经常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大公司，一路走来骗过了不少知名企业家。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也很简单，骗取和他们合作公司的钱。靠着这套行骗技术，他们不知道骗了多少钱了。傅景天正是因为和深远集团合作，被对方骗了上亿的投资金，对手公司趁着傅氏集团自顾不暇，抢走了他们家的项目。
从那天之后，富士集团遇到的那些困难，就好像有人设计好了似的，一个一个朝着他们席卷而来。一夜之间，富士集团一落千丈，从人人羡慕讨好，变成了过街老鼠，人人避之不及。那些原来和他们交好的朋友们，全部失去了联系，好像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傅景天也因为操劳过度进了医院，大哥在赶回来的途中出了车祸，失去双腿。其他的几个哥哥也都因为集团出了事，在自己的领域上遇到各种挫折。总之，每个人生活的都十分艰难。悠悠不知道怎么和自己爸爸说这件事，也不知道自己爸爸会不会相信自己。但是为了爸爸和哥哥，为了他们温馨的家，他一定要阻止这样的灾难发生，千万不能让爸爸犯下这样的错误。悠悠双手紧紧抓着傅景天的手，小奶音里的担心藏也藏不住，眉头一直锁着。爸爸，那个深远集团不好呀，爸爸可以再去查一下深远集团之前的事情。傅景天没有回答悠悠的话，一直盯着悠悠那双认真又坚定的眸子。不知道为什么，看着悠悠这副样子，傅景天情不自禁就想答应。他叹了一口气，摸着悠悠的脑袋，好，爸爸答应悠悠不合作，反正一个小小的合作而已，他女儿开心就好。助理听着傅景天这个决定，显然是还想要继续劝说什么，被傅景天看穿了心思，抬手打断了助理准备劝说的话，按着悠悠的话再去查一下深远集团，查仔细点，包括之前合作的公司。助理表面上还是十分恭敬的去查资料，心里却在吐槽傅景天纯属浪费大家的时间。结果这边悠悠一集动画片都没看完，助理就慌慌张张的抱着电脑冲了进来。傅总，那个深远集团真的有问题，刚才我按您的吩咐又查了跟他合作过的工作，发现原来深远集团就是一个空壳子公司，已经有好几个大公司被他们给骗了，骗得最少的都有10个亿起步。什么？傅景天也没有想到，自己女儿随便让他调查的一个公司就查出了这些消息，这是巧合吗？傅景天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他完全不敢去想这件事的后果。悠悠完全就是他们家的小福星啊！通知深远集团，他们的合作申请被驳回了，以后我们也不会和他们合作。傅景天对着助理吩咐着，而他话音刚落，悠悠的小手就已经在一堆文件中翻出了一个公司的资料放在最上面。爸爸，我们和这个公司合作好不好呀？经过最近的一系列事情，傅景天已经注意到了自家宝贝女儿的与众不同，当即就对助理下令，仔细考察悠悠建议的公司，如无任何违规欺骗现象，直接拍板合作。悠悠闻言开心的在傅景天脸颊上亲了一口，谢谢爸爸，爸爸相信悠悠。悠悠很开心。傅景天不可置信的捂住被悠悠亲了一口的地方，3秒后终于反应过来，不要脸的又把另外半边脸凑了过去。悠悠，这边也奖励爸爸一个亲亲好不好呀？悠悠一下子就害羞了，软软的小手捂住了小脸蛋，不要了。傅景天看到悠悠害羞的样子，只觉得心都被萌化了。今天悠悠来公司实在是太值了，等晚上到家，他可得好好跟傅老爷子和那几个小子炫耀。而另外一边的傅家别墅内，富豪刚放学到家，就在客厅里找了一圈，却发现原本这个时间都在客厅玩的小团子，这会儿却怎么都找不到了。贺管家见状上前解释道，六少爷，小小姐今天跟着先生去了公司，现在还没有回来。富豪脸上的兴奋逐渐消失，走到院子里默默垂下眼睑，失落肉眼可见的浮现了出来了。他低下头看了一眼自己手里用纸巾包裹住的一块小熊饼干，这是他们学校午休后发的甜点，他看班上的女生好像都很喜欢的样子，就把自己的那块留了起来。而下午到家时看到的，就是在院子里已经站成望妹时的富豪。小哥哥，悠悠高兴地朝着富豪跑了过去，小哥哥，你是在等我们吗？富豪没有回答，一只手突然伸到悠悠面前，手心里放着的正是那块小心翼翼包着的小熊饼干。悠悠睁着漂亮的眸子看着富豪，小哥哥，这是你给我的吗？富豪傲娇的别过头，你可别误会了，这是我在我们教室垃圾桶里捡来的，才不是我从学校特意给你带的。悠悠嘴角挂着笑，高兴地接过饼干，谢谢小哥哥呀。富豪看着悠悠脸上真实的笑容愣了愣，傅悠悠以前是没有吃过饼干吗？怎么一块饼干就高兴成这个样子？傅景天在旁边瞥了一眼悠悠手里的那块饼干，只是笑了笑，没有说话，包裹的那么小心，纸上还沾着油，一看就知道是刚烤好的时候就包了起来。富豪不过就是嘴硬罢了，只是这么嘴硬，以后肯定要吃亏。宝贝孙女，你总算是回来了。听到贺管家说悠悠回来之后，傅老爷子杵着拐杖快步朝着院子里跑去，他站在悠悠面前来回打量着他，确定他身上没有外伤才放心了。悠悠，在你爸爸公司玩肯定很无聊吧？没关系，爷爷明天带你去钓鱼玩，钓鱼可有意思了，爷爷明天教你，钓到的小鱼我们还能带回家里养着。他可是一早约好了他的那些好友们，就等着明天带着悠悠直接过去。他那些好友和他年轻时就认识，都是他信任或者有过命交情的好友，他们和他一样，都想要有一个女儿或者孙女，只可惜活了大半辈子都没有实现。那些老头子要是知道他有一个这么可爱的宝贝孙女，还不得羡慕死他。傅老爷子美滋滋的在心里想着。傅景天知道自己爸打了什么主意，熟练的抱起悠悠，直截了当的拒绝了。爸，悠悠今天在外面玩了一天，应该也累了，明天就让他在家里休息吧。您如果真的想带着悠悠去钓鱼，总要等悠悠休息好了再带着他去了。富豪也站在旁边点头附和。爷爷，我爸说的没错，明天周末他刚好也不用上学，可以在家里帮大人看着傅悠悠，免得傅悠悠跑丢。傅老爷子不悦的瞪了富豪一眼，我们大人说话，你个小孩子插什么嘴？这臭小子一看就没有安什么好心，肯定是想抢他的宝贝孙女，他才不会让他们那么容易成功呢。富豪听着傅老爷子的话，气呼呼的鼓着腮帮子，爷爷，你知不知道，你要是继续凶我，你聪明的孙子会变笨的。傅老爷子淡淡瞥了富豪一眼，不屑的冷哼一声，你大哥他们不也被我凶着长大，怎么没有看见他们变笨？少给你找借口，你笨那是因为你自己不好好上课。富豪还想说什么反驳傅老爷子的话，一道温柔的女声突然从不远处响了起来，这是怎么了？怎么都在外面啊？循声看去，只见一个穿着古法旗袍的女人优雅的走过来，体态端庄，头发用一根簪子盘起，面若芙蓉，眉似远山，远远近近像一幅清丽的山水画。悠悠小嘴微微张大，站在原地早就看呆了，像被点了穴似的一动也不动。这个姐姐长得好漂亮呀，而且这个姐姐好眼熟呀，她以前好像在哪里看见过。
只是现在想不起来。悠悠还在脑子里苦苦回想。傅景天已经兴奋地展开双臂朝女人跑去，想和女人来一个甜蜜的抱抱。老婆，你回来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啊？我好提前去接你。你累不累啊？要不要一会儿回房间，我给你按摩按摩？云清离伸手抵住傅景天，没有让他继续靠近，嫌弃的后退一步，翻了一个白眼。你给老娘滚一边去！谁要你按摩了？我还要陪我香香软软的女人呢。说完，云清离把目光锁定在不远处的悠悠身上。早在他进来的时候，他就注意到了这个可爱的小团子，只是被傅景天打断了。不到1秒的时间，云清离脸上就挂上了一个温柔得体的笑。悠悠，云清离声音一下子哽咽了，怎么也说不出后面的话来。看见悠悠的时候，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怎么也止不住。悠悠歪着脑袋，精致可爱的小脸上满是认真，细细看着面前相貌端庄的女人，伸出小手擦去云清离眼角的泪水，安慰道：“妈妈不哭呀。”说完，悠悠很快转移了话题。小奶音高兴的道：“妈妈比照片上还要漂亮呀。”云清离没想到自己女儿这么会说，破涕为笑，毫不吝啬对悠悠的夸奖。悠悠也很好看。云清离说完，就在悠悠脸上亲了一下。他被悠悠这话逗得嘴都快要合不拢了。富豪在旁边早就惊掉了下巴，这还是他印象里暴躁的妈妈吗？他妈什么时候这么温柔了？温柔的让他觉得他妈都换人了。这时富豪突然想到了什么，赶紧和自己母亲告状：“妈，爸他趁着你不再打我，他打得可疼了，你要帮我教训他。”闻言，云清离转头看向傅景天，对着傅景天就是一顿骂骂咧咧的数落：“我都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孩子现在还小，不要打孩子，万一给他们留下什么心理阴影怎么办？有什么事情就好好和他说。你是把我的话当耳旁风了是吧？”傅景天丝毫没有因为自己老婆生气而着急，等云清离说完后，不紧不慢的补充：“老婆，我当然听你的话，只是富豪说的话太过分了，我一时没忍住才动手打他。他居然说什么不认悠悠这个妹妹，你来评评理，他是不是欠收拾？以后收拾儿子，这是我亲自出手。”云清离犀利的目光突然落到富豪身上，吓得富豪心里忍不住一颤，正准备撒腿逃跑，衣服后领就被人抓住，现在就是他想跑也跑不了。为什么每次受伤的都是他？傅老爷子淡淡的看了一眼富豪，随后牵着悠悠回了客厅。悠悠，你妈妈有悄悄话要和你小哥哥说，我们先进去等他们好不好？傅景天也没有理会富豪，走过去牵着悠悠另一只手，带着他朝客厅方向走去。刚走到客厅，一道惨叫声响了起来，那声音震耳欲聋的好像过年杀猪时。悠悠正要回头，眼睛突然被傅景天捂住，强行把悠悠带到沙发上坐下。没事悠悠，你小哥哥应该在锻炼身体，他就是太久没运动了，过会就好。不知道过了多久，惨叫声这才停止。富豪捂着屁股一撅一拐的朝楼上走去，丝毫没有要在客厅停留的打算。他可不能让傅悠悠知道他被妈妈打了，不然他在傅悠悠面前的形象全没了。云清离走进屋，拍了拍手上挥，亲昵的将悠悠抱在怀里，各种亲亲。妈妈，你不是在外面比赛吗？悠悠好奇的眸子看着云清离，声音软糯糯的十分治愈，像是在听悦耳的音乐。云清离是世界这名钢琴家，年仅18岁就已经成了家喻户晓的钢琴家。前段时间受邀为世界钢琴比赛的主评委老师，因此错过了接悠悠回家的时间。比赛刚结束，他就赶飞机回来了，只为了看他乖乖软软的宝贝女儿。只因男人给小奶娃穿错了衣服，女人就带着小奶娃买空了整个商场，可爱毛绒套装、温柔淑女裙装、高昂定制小礼裙，只要小奶娃看了一眼的衣服就全都打包带走。流浪3年终于回到家里的首富小公主，被妈妈教会的第一件事就是如何花钱。书接上文，云清离和悠悠在客厅坐了一会儿后，也听闻了傅景天说的老爷子想带悠悠钓鱼这事。云清离喝了口茶后淡淡道：“明天我来带悠悠，爸那边我去跟他说。”傅景天还没来得及问一句怎么带，云清离就已经换了一副面孔，温温柔柔的轻声对悠悠道：“悠悠，明天妈妈带着你去商场买漂亮的衣服，亮晶晶的发卡，好不好呀？妈妈会不会花很多钱啊？”悠悠眼睛睁得大大的看向云清离，云清离一愣，没想到悠悠会这样问。傅景天低下头悄悄在云清离耳边说了什么，云清离脸上的疑惑这才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满心满眼的心疼。他只知道女儿被老公找回来了，也想过女儿这些年在外面肯定吃了不少苦，可是万万没想到女儿吃的苦比他想象的还要多。那一家人简直不是人，他们最好祈祷不要遇见他，不然以他这脾气肯定要把他们身上的皮扒下一层。云清离心疼的将悠悠抱到自己怀里，安抚的揉着他的脑袋。悠悠放心，妈妈有很多钱，爸爸也有很多钱，你爸的那些钱全是给我们母女俩花的，所以悠悠不用担心。或是妈妈挣钱很辛苦呀。悠悠依旧睁着水润润的大眼睛看着云清离，那模样活像一只小奶猫。云清离微笑着耐心的和悠悠解释道：“悠悠放心，妈妈挣钱不辛苦，下次妈妈挣钱的时候带着悠悠一起去好不好？悠悠可以看看妈妈有没有骗你。”云清离这话也确实没有骗悠悠，一般都是主办方邀请他去当评委，他只需要在椅子上坐着看大家表演就好。见悠悠已经有些相信了，云清离又不紧不慢的继续和悠悠解释，语气温柔循序渐进：“悠悠，你想想，爸爸妈妈挣钱是不是为了买东西啊？”悠悠眨巴了一下眼睛，在脑袋里思考了片刻，好像确实是这样的。所以啊，悠悠，爸爸妈妈挣的钱到最后都会花出去，我们就应该趁着有钱好好享受当下的生活，你说是不是啊？悠悠像是打开了任督二脉一般恍然大悟，眼睛忽然亮了起来，点了点头。傅景天在旁边看着自己老婆的操作，也是佩服的忍不住朝他竖起一个大拇指。以前老婆没有回来之前，他好说歹说劝悠悠不要给他省钱，但悠悠都不听，为此他可是头疼了好久。傅家的女孩子第一步就是学花钱，他当初试了那么多办法都没有用，没想到现在他老婆几句话就解决了。时间很快就到了第二天早上吃饭时，云清离也像当初的傅景天一样，想要喂悠悠吃饭，但也被悠悠义正言辞的拒绝了。云清离正愣了1秒后温柔一笑：“我们悠悠真的是很了不起呢，那妈妈陪悠悠一起吃，吃完我们就去商场买衣服好不好呀？”悠悠乖乖的应了声：“好呀，妈，我也想去。”
富豪期待地看着云清离，他要去商场买好多好多的玩具。不等富豪高兴，云清离不容一丝反驳的声音传入他耳中：不行，你作业还没有写完，什么时候写完再出去玩？他不在家的这些天，经常听到老师和他反馈富豪不写作业这件事，那时在外面没办法管，现在他回来了，他有的是办法让富豪写作业，因为不能去商场买玩具，富豪吃饭的时候烟塌塌的，像个泄了气的气球。悠悠把自己小哥哥的所有反应尽收眼底，小脸若有所思。吃完饭，云清离带着悠悠去了商场，两人一路上回头超高，更有不少人对着悠悠拍照。只是悠悠他们刚走没多久，就有人出面协商让大家把手上的照片删掉。悠悠穿着一件淡蓝色国风洛丽塔，外面是一层白色纱罩，裙摆采用荷叶边的设计，腰间几朵粉色花朵栩栩如生。她乖乖牵着云清离的手，走在路上像个误入凡尘的小天使般乖巧可爱。悠悠，你想不想喝奶茶？悠悠乌黑发亮的眼睛眨巴了几下，呆呆看着云清离。妈妈，奶茶什么茶？他以前没有听说过这个词。云清离用手摸了摸悠悠的脑袋，耐心地和悠悠解释道：奶茶就是牛奶做的茶，甜甜的。悠悠想不想试试？悠悠头顶上的小呆毛突然立了起来。想呀。悠悠想喝。小姑娘说话的时候眼睛亮晶晶的，小奶音软萌中又带着几分欢快和雀跃。好，那妈妈去给悠悠买。悠悠坐在这里乖乖等着妈妈过来，好不好？悠悠乖巧地应了声好的呀。云清离又嘱咐了悠悠几句，不紧不慢地朝着前面不远处的奶茶店走去。因为不想太过高调，保镖一直在暗处保护着，这附近基本上全是他们的人，所以他完全不担心悠悠会遇到危险。傅悠悠，你怎么在这儿？一道熟悉的女声突然响了起来。悠悠循声看去，就看见小田母亲牵着小田走过来，满脸疑惑地看着他。小田母亲身上还是一身名牌，但是给人的感觉像是憔悴了很多。旁边的小田穿着一件最常见的白色纱纱裙，正用一种嫉妒的眼神看着悠悠身上的裙子。妈妈，我想要傅悠悠身上的裙子，她长得这么丑，根本配不上那件裙子。小田母亲没有着急回答小田的问题，而是警惕地朝着周围看了又看。之前傅景天和傅老爷子去他们家的时候，他看见过他们，也记得他们的长相。万一傅景天他们在附近，他可全完了。之前傅景天他们对他做的那些事情，他可不想再经历一次。小田母亲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连那些没人的角落也不愿意错过，确定没有看见苏老爷子也傅景天的身影，小田母亲这才大胆起来，端着平日里那副居高临下的样子。傅悠悠，你没听见小田的话吗？赶紧把你身上的裙子脱下来给小田啊！反正现在这个死丫头的家人也不在他身边，听说傅家的孩子很多，一看就是傅悠悠不听话被赶了出来。要不是因为傅悠悠，他们家至于得罪傅氏集团遭到报复吗？他虽然不敢直接找傅家的人报仇，但是他们受的苦，他可以在傅悠悠身上全部讨回来。悠悠看见小田母亲，虽然还是会害怕，但还是拒绝了小田母亲无理的要求。不要，这是悠悠的裙子，妈妈说过，只要是她的东西，别人都没有权利随便拿走，除非她想送给别人。可是她不想把裙子送给小田姐姐。小田母亲听到悠悠这话，当即怒了：傅悠悠，你别给脸不要脸，我让你把你裙子给小田穿，那是你的荣幸。你真以为回了傅家，你就真的是他们捧在手心的小公主？别做梦了，傅家那么多孩子，少你一个又不会怎么样。小田也跟着点头附和，仰起头趾高气扬地看着悠悠，就是，只有我才是小公主，你根本配不上那么好看的裙子。见傅悠悠没有反应，小田有些不高兴了，伸手扯过悠悠两个小丸子上的发带，因为小田扯的时候太用劲，扯住了悠悠的头发，几根头发从头皮连根拔起，悠悠眼眶顿时湿润了。小田母亲看见悠悠这样子觉得心烦，小年纪就知道装可怜，她女儿不过就是拿了她几条发带吗？她至于露出这副委屈的样子吗？傅悠悠，赶紧收起你这可怜兮兮的模样，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欺负你。悠悠不知道是不是被吓到了，脸上的表情更加委屈，像是下一秒就要哭出来。小田母亲实在是受不了，几步冲到悠悠面前，扬起手就准备朝悠悠脸上打去。住手，你们在干什么？只见云清离双手拿着奶茶朝悠悠冲了过来，一把将悠悠抱在自己怀里。小田母亲站在旁边，看见云清离出现时，不动声色地打量了一眼云清离，这女人长得确实比很多人都好看，只是她身上的衣服并不是她认识的品牌，想必只是一些便宜的地摊货罢了。想到这里，小田母亲胆子立刻大了起来，斜着眼睛高高在上的看着云清离，你谁啊？没看见我在教训不懂事欺负我女儿的小孩，你管得着吗？多管闲事得罪我，我让你在帝都再也混不下去。云清离站起来冷笑了一声，我是他妈，你说我管得着吗？小田母亲闻言直接愣住了，什么？这个女人居然是傅景天的老婆？云清离虽然长相温柔清冷，但是真正遇到事情的时候一点也不怯弱，身上原本温柔淑女的气质突然变得高冷霸气，让人不禁生出一股胆寒。我们傅家的孩子懂不懂事，不是你一个小门小户的人有资格评判的。小田母亲到现在都还没有回过神，云清离丝毫不管小田母亲现在什么心情，目光上下扫视着她，随后露出一个鄙夷的眼神，轻笑了几声，你们应该就是之前欺负我女儿，被我老公教训过的那一家人吧？怎么，你们是还没有长记性吗？记不住也没关系，我不介意帮你们回忆回忆。只是云清离看了小田母亲一眼，故意顿了顿，我这个人的手段和我老公的手段可能有些不一样。云清离的话音刚落，只见人群中冲过来几个女人，对着小田母女就是一顿暴打，这动静很快就吸引了不少路人过来。小田母亲被打得鼻青脸肿，脸上的妆容也被抹花了，头发乱糟糟的像鸡窝，身上早就没了那副端庄优雅的贵妇模样。不等她反应，刚才打她的几个女人突然委屈地哭诉了起来，这位女士，我求求你，求求你不要再勾引我老公了，以前你们在一起的那些事情我可以不计较，也可以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可是现在我怀孕了，我只想给我孩子一个正常的家而已，让他和正常孩子一样啊。小田母亲觉得莫名其妙，你说什么？是不是认错人了？什么勾引你老公？我可没做过那些事情。女人闻言哭着给小田母亲跪下了，不会的，我在我老公手机里看过你的照片，我肯定不会认错人的。这时其他几个女人也围了上来，这位女士，我也求求你，我和我老公一直恩爱，
他最近经常抱怨你晚上约他去酒店，我求求你，求你不要破坏我和我老公的家庭，你要多少钱我都可以给你。不是，你们。小田母亲看着周围人逐渐嫌恶的眼神慌了起来，正要解释，几个女人再次哭了起来，诉说着小田母亲的罪行。小田母亲根本找不到解释的机会。这时周围人的议论声也响了起来，我这人生平最讨厌破坏别人家庭的小三了，小三根本就不配活在这世上，人家女生都怀孕了，她居然还勾引人家老公，而且她还不是勾引一个，竟然跟这么多有妇之夫搞暧昧，要我说就应该发到网上去曝光她。我看她手上还牵着孩子，也不知道这孩子是不是谁的私生女，我看她身上穿的衣服也都是名牌，生下这个孩子估计是想嫁入豪门呢。大家还在七嘴八舌的议论，小田听到有人说她私生女，当即哭了出来，呜呜，我是爸爸妈妈的小公主，才不是私生女呢，你们都是坏人。然而没有人理会小田的哭闹，小田母亲自己都自顾不暇，更没有时间去照顾小田，只是惶恐地看着众人。云清离牵着悠悠站在人群后面，淡漠地看着小田母亲，勾唇冷笑了一声。他这个人不擅长给人身体上的折磨，只擅长给人心灵和精神上的折磨。他们一家人一而再再而三地欺负他女儿，他自然要让他们付出一定的代价。云清离再次拿出手机按了几下，结束之后找个没人的地方把他们绑起来，丢到海里去看看海底的景色。走了悠悠，妈妈带着你去买衣服，一会儿看见喜欢的记得和妈妈说哦。云清离带着悠悠进了童装店，看着那些琳琅满目的衣服，当即一步开眼睛了。傅夫人，好久没看见您来了，您是来给您小儿子选衣服吗？我们店里最近刚好到了一批男童装，您要不要去看看？云清离淡淡的摇了摇头，不用了，今天我是来给我女儿买衣服的，把你们店里比较好的衣服拿出来，给我女儿试试，有鞋子和配饰那些最好。店员反应很快，当即就注意到了云清离牵着的悠悠，脸上露出一个标准的笑。哎呀，傅夫人，您女儿也太可爱了，这五官多好看啊，我都想生一个女儿了，只可惜我没有傅夫人您这样的基因。店员虽然有讨好云清离的意思，但是夸赞悠悠的那些话句句都是实话。云清离高兴地弯起唇角，说了几句客套话。当看见店员拿出来的裙子和鞋子，云清离十分满意，一口气全部买了下来。傅夫人，欢迎下次光临。云清离点了点头，带着悠悠准备去第二家童装店逛。悠悠突然抓住他的衣服，怎么啦悠悠？悠悠抬起头，小脸满是认真地看着云清离。妈妈，小哥哥他喜欢什么呀？看着自己女儿那认真的样子，云清离微微愣了愣。悠悠问这个干什么？悠悠抿着唇，乖巧地和云清离解释，妈妈给悠悠买了好多东西，小哥哥没有。悠悠想给小哥哥也买好多东西。云清离听着自己女儿这么懂事的话，欣慰地笑了笑。好，我们给悠悠小哥哥买礼物，不过我们可以回去的时候再给小哥哥买礼物。现在我们的任务是要去给悠悠买衣服，悠悠能完成自己的任务吗？小姑娘听到完成任务这几个字的时候异常激动，以前她还是四叶草的时候，给别人带来好运就是她最大的任务，她喜欢帮助别人，喜欢完成任务。能。悠悠小奶音软绵绵的和云清离保证。话虽这样说了，但悠悠心里惦记着自己小哥哥，没拉着云清离买太多衣服。云清离看着身后保镖，每人手里拧着至少10个购物袋，语气有些不确定。悠悠，你确定我们只买这么点衣服吗？会不会太少了？你够穿吗？现在时间还长，我们可以再逛一会儿。不啦妈妈，悠悠的衣服已经够多了呀。悠悠想给小哥哥买礼物回去了。悠悠小脑袋认真的摇着，头顶上的那一撮小呆毛也跟着他脑袋的晃动而晃动。云清离宠溺的笑了笑，叹了一口气，好像给女儿买东西永远都嫌少。以前他给儿子买东西，买一样他都觉得多，浪费他辛辛苦苦赚来的钱。行，那我们去给小哥哥挑礼物。悠悠小脸瞬间绽开一个好看的弧度，眼睛弯成了月牙，露出一排整齐的牙齿，嘴角两边各挂着一个可爱的小梨窝。最后悠悠跟着自己妈妈给富豪挑了一套宇航员的人物手办，不因为别的，只因为那个手办和富豪长得有7、8分像。悠悠过去一眼就看见了，小哥哥之前也说过他长大想当宇航员，这个礼物小哥哥应该会喜欢。悠悠在心里想着，买好富豪的礼物，悠悠就跟着自己妈妈上了车。车上小姑娘一直很乖，见云清离一直看着手机，以为她是在忙着工作，一个人抱着洋娃娃不发出一点声音，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实际上云清离也没有在处理工作，她只是在看今天网上的最新热搜，某女子之3当3倍原配，某女子为嫁豪门居然做出这样的事。类似这样的标题还有很多，且都在各大平台的热搜榜单上面，不用想都知道里面的主人公是谁。云清离勾起唇角笑得阴冷，这件事可没那么容易结束。趁着刚才悠悠换衣服，他找人调查了小田一家人，他们对他宝贝女儿做的那些事情可不是3言2语就说得完的。小田不怕，我们马上就能到家了，到家了没有人会欺负我们了。小田母亲一边走着一边轻声安慰，他们这一路走来不知道吃了多少苦头，莫名其妙就被人扔烂菜叶臭鸡蛋，现在浑身都散发着一股恶臭味，路过的人都会用手捂着鼻子，用一种嫌弃的眼神看他们。小田母亲刚踏进大门，还没来得及反应，脑袋不知道被什么东西打了一下，顷刻间一团鲜血从额头上流了出来。小田看见自己母亲脸上的鲜血，再次哭了出来，不是担心哭的，而是被吓哭的。小田母亲抬起头，正巧对上小田父亲怒气冲冲的眼神，他心里突然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老公，你今天怎么？小田父亲冷笑了一声，目光冷得像是能把小田母亲当场碎尸万段。怎么了？我倒是不知道我娶回来的妻子这么厉害，居然背着自己老公给别人当小三，还不止找了一个野男人。小田母亲听到这里满脸问号，老公，你在说什么？我什么时候背着你找过别人？我对你明明……话还没有说完，小田父亲怒火中烧，找到热搜页面将手机抵在他眼前，不承认，你自己看看你干的好事，要不是同事告诉我，我现在还被你蒙在鼓里，我的脸都被你这个臭婆娘丢尽了。当看见热搜界面上的内容时，小田母亲吓得大惊失色，眼珠子突然瞪大，她在商场的事怎么传到网上去了？而且这件事本来就是假的。小田母亲现在完全就是百口莫辩。见小田母亲这副样子，小田父亲在心里肯定网上的那些事情就是真实的。一想到自己老婆给他戴了好几顶绿帽子，他心里的怒火止不住的越烧越旺，把矛头对准了吓得大哭的小田。别墅里，小田爸爸用手指着小田大声质问道，还有他是不是也是你和哪个野男人的孩子？小田母亲听到这里突然急了起来，努力证明自己的清白，老公，
公，这怎么可能啊？我敢对天发誓，小田真的就是我们两个的女儿啊！因为网上的事情，小田父亲已经完全不相信自己老婆了，只觉得她是在狡辩。你是当我傻吗？还是觉得我年纪大了好忽悠？那么多人出来控诉你，证据都摆在面前了，你居然还狡辩？眼看自己老公不相信自己，小田母亲现在急得团团转。老公，你听我解释，那些人肯定就是故意陷害我，我们可以去做亲子鉴定的。小田父亲冷笑了一声，你是说几个陌生人无缘无故跑去冤枉你吗？还敢做亲子鉴定？那就让你死得更明白一点。与此同时的富家别墅，夫人、欺负小姐的一家人准备去做亲子鉴定，您看我们什么时候出手？保镖在旁边恭恭敬敬地汇报着。从小田一家人离开商场，云清离就暗自派了不少保镖跟着他们，目的就是为了给小田一家人制造一些小麻烦，省得那一家人不知好歹。现在看来事情的发展还不错啊。云清离端起桌上的茶，慢悠悠地品了一口气，你们知道该怎么做，我要的可不是看见他们一家三口幸福生活。保镖闻言了然点头，他们虽然只是富家的保镖，但是修改亲子鉴定对他们来说也很简单。很快云清离的声音再次响了起来，行了，你先去处理现在这件事。那个叫小田的女孩子不是经常说悠悠是没有爸爸妈妈要的野孩子吗？我倒要看看到底是谁没有人要，小年纪就这么恶毒。云清离话音刚落，悠悠就迈着小短腿跑了过来，妈妈，小哥哥什么时候可以写完作业呀？悠悠想快点把礼物送给小哥哥。云清离摸着悠悠的脑袋，悠悠其实可以去小哥哥房间把礼物送给他。悠悠乖乖的摇了摇头，小哥哥在写作业。悠悠不想去打扰小哥哥写作业，我再等等小哥哥好了。如果此刻富豪听到悠悠这些话，肯定恨不得高声呼喊快来找我。原因很简单，正在监督他写作业的老爸实在是太恐怖了，在富景天又一次被富豪的作业击败，深刻怀疑这到底是不是自己儿子时，房门被人敲响，紧接着一个小脑袋从门缝里伸了出来，两个白色兔耳朵发箍格外抢眼，大眼睛好奇地盯着屋内的富景天。爸爸，你在干什么呀？听到自己宝贝女儿软糯糯的声音，富景天当即收敛了一些，轻咳了几声，爸爸坐太久了，起来活动一下。悠悠不是跟妈妈在下面吗？怎么上来了？悠悠穿着一件碎花小裙子，手上端着一盘比她脸还要大的水果走了进来。悠悠帮妈妈送水果呀。看着悠悠端着那么大一个水果盘，富景天满脸担心，赶紧跑过去帮她接过。不愧是爸爸的女儿，真棒，果然还是女儿好，知道他辛苦给她送水果，哪像儿子，一天天就会让他心烦。富豪这个儿子肯定是不能要了。悠悠听自己爸爸夸他，嘿嘿了两声，朝着富景天展开一个甜甜的笑，这一笑直接把富景天心都萌化了。爸爸，小哥哥作业写完了吗？富景天想着富豪写的那些让他头疼的答案，还是对悠悠点了点头。那悠悠可以和小哥哥玩了吗？富景天继续点了点头，他宝贝女儿想干什么都可以，反正周末有2天的时间。富豪的作业已经写完了，只不过他想看看正确率，这才让富豪不停地修改他的作业。富景天想着富豪今天也学了一上午，这会儿应该也累了，放松放松也不错。悠悠，你和小哥哥在房间里玩，爸爸去厨房让厨师叔叔给你们准备点心。好，悠悠奶萌奶萌的答应了下来。富豪别过头傲娇的说了一句，谁稀罕和你玩了，我才不会和你玩呢。话虽然是这样说的，但富豪去玩具箱里找玩具的举动早就暴露了他的想法。富豪房间很大，悠悠看见富豪走远，迈着小短腿赶紧摇摇晃晃跟了上去，像献宝似的把手里的盒子递给富豪。小哥哥，这是妈妈和悠悠去商场一起给小哥哥挑的礼物。富豪接过悠悠手里的礼物盒，看见里面是一套宇航员的人物模型，面露疑惑，十分小心的将宇航员模型拿了出来，紧接着放到一个十分显眼的地方。为什么送我这个？悠悠小奶音认真的和富豪解释，悠悠之前听到小哥哥说长大以后想当宇航员，所以就买了这个。小哥哥喜欢吗？富豪愣了愣，他其实也没有多想当，只是看电视里那样说，随口说了一句以后想当宇航员，没想到富悠悠居然就记住了。富豪心里的小人在跳舞，脸上依旧是一副不在意的样子，不自在的咳了一声，看在你送我礼物的份上，我就勉为其难陪你玩一会吧，别以为我有多想和你玩，想和我玩的人都要绕地球一圈了。这样呀。悠悠淡淡应了声，这个态度让富豪愣了一下，富悠悠怎么不按套路出牌啊？他现在难得不觉得他很厉害吗？我还是我们学校的老大，我们学校的所有同学都要听我的话。富豪话音刚落，就听到一声嗤笑声，那声音很明显不是悠悠发出来的。他抬起头，只见一个身材挺拔面容俊朗的男生走了进来，他身上透着张扬与肆意，五官精致到完全不像一个男人，几乎比世界上任何一件艺术品还要完美。四哥，你怎么回来了？你现在不应该在剧组拍戏吗？傅青雨淡淡瞥了一眼富豪，若无其事地收回视线，没有回答他的问题，转而将视线落到旁边的悠悠身上，只一眼就被眼前的小姑娘萌到了，脸上的表情逐渐自豪了起来。不愧是他傅青雨的妹妹，这惊艳的颜值，别人一看就知道她们是兄妹。她在娱乐圈待了很多年，拍戏的时候也经常遇到那些几岁的小演员，但是他们都没有她妹妹看上去可爱动人。她的眼光一向不会出错，她敢发誓，悠悠长大之后的颜值肯定不比她差，说不定还会略胜她一点点。悠悠你好，我是你四哥哥傅青雨，也是我们家里颜值最高的一个狗。傅青雨亲切地和悠悠打着招呼，悠悠早就在旁边看呆了，小嘴微微张着，眼睛不灵不灵地挂在傅青雨身上，瞬间化身成了傅青雨的小迷妹。四哥哥，我是悠悠，你长得好好看呀，是我看见过最好看的一个哥哥呀。悠悠小朋友毫不吝啬自己的夸赞，加上现在年纪小，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也没有觉得他现在这副样子特别花痴。不知道为什么，听到悠悠夸傅青雨好看，富豪心里总觉得很不是滋味，就好像自己的宝贝被人抢走了。他用一种幽怨的眼神瞪着傅青雨，见悠悠跑到傅青雨身边，崇拜地看着傅青雨。富豪在旁边默默补充了一句，傅悠悠，四哥是我们大伯和伯母的儿子，我们应该叫他堂哥，二哥也是。言下之意就是在说他才是悠悠的亲哥哥，让悠悠自己心里最好能分好轻重。然而悠悠偏偏就是不按套路出牌，单纯的眨巴着眼睛，不解的看着富豪，声音软软糯糯的十分可爱。可是小哥哥，四哥哥也是我们的哥哥呀。听到这话的富豪被气得哑口无言，这能一样吗？他可是亲哥啊。
啊。傅悠悠知道什么是亲哥吗？倒是傅青雨十分满意悠悠的回答，朝悠悠露出一个温柔到足以让所有女孩子沦陷的笑容。不愧是我傅青雨的妹妹，和我一样颜值高智商高。说完趁着悠悠没有注意，朝着傅豪露出一个挑衅意味十足的眼神。悠悠，四哥哥带你下楼玩，我们长得好看的人不和丑八怪一起玩。傅豪简直要被傅青雨这话气疯了。傅青雨，你骂谁丑八怪呢？你才丑呢，你们全家都是丑八怪。此刻的傅豪并没有意识到，他不知不觉之间把自己也给骂了进去。走了悠悠，我们不管丑八怪，下楼看看四哥哥给你准备的礼物。傅青雨完全没把傅豪的话放在眼里，蹲下身将香香软软的悠悠抱到怀里。傅青雨，你赶紧把傅悠悠放下来，她是我妹妹，我同意你抱她了吗？傅豪跑到傅青雨面前，跳起来想扒拉她，可惜傅青雨很高，他根本够不到。刚下去，悠悠就看见一男一女和爸爸妈妈，那两个人都是生面孔，但是通过刚才傅豪的话，悠悠能大概猜出来，那两个人就是大伯和伯母。傅大伯一眼就看见了自己儿子怀里的悠悠，眼睛立刻弯了起来，露出一个笑。小宝贝，你就是悠悠了吧？长得真可爱，比你四哥哥长得好看多了。我是悠悠呀。悠悠乖巧的点了点头，随后又害羞的将头埋到傅青雨胸前。四哥哥那么好看，是他看见过最好看的哥哥，他怎么可能有四哥哥好看呀？听到悠悠这奶乎乎的声音，傅大伯由衷的感叹了一句话，果然还是女儿啊，真羡慕你们有悠悠这个女儿。云清离在旁边笑了笑，说了几句客套话，随后从傅青雨怀里接过自己女儿。傅伯母看着悠悠那是越看越满意，从包里拿出一张银行卡。悠悠，伯母和你大伯刚回来，也不知道你喜欢什么东西，没给你准备什么礼物，这张卡你拿着，喜欢什么尽管刷，等过段时间伯母和你大伯忙完了，我们再带着你去商场好好逛逛。她和她老公两人都在国家级别的实验室上班，又偏偏是上级看中的人选，所以平时工作比别人忙很多，现在好不容易才找到休息时间。得知悠悠回来，马不停蹄的从实验室赶回来见了悠悠。云清离知道那是傅大伯和傅伯母的好意，也没有拒绝他们给悠悠银行卡。谢谢伯母，悠悠不要礼物的。看着悠悠这么懂事，傅伯母恨不得把悠悠抱回去当她的宝贝女儿。突然啪的一声，傅豪跑过来将手里的东西炫耀似的放到桌上，映入大家眼帘的是一套宇航员模型。客厅里其他人都是一脸懵，云清离是个例外，看见那些宇航员模型时，一下子就明白了傅豪的小心思。为了证明自己才是悠悠最爱的哥哥，傅豪拿着悠悠送的宇航员模型炫耀。你们怎么知道悠悠送了我模型？我可是第一个收到妹妹礼物的，不会有人还没收到妹妹的礼物吧？炫耀的模样像是尾巴都翘到了天上。然而四哥哥傅青雨却笑得云淡风轻。所以呢，你想表达什么？傅豪一下子被问住了。傅青雨继续稳定输出，如果我是你，我都觉得害臊。你也不看看我们妹妹现在才多大，你是妹妹的哥哥，你好意思用妹妹的钱买礼物吗？傅豪被傅青雨的话问得有些不自信，试图给自己找理由，结结巴巴的开口，我现在还在上学。傅青雨冷笑了一声，这可不是你让妹妹花钱给你买礼物的理由，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早就开始接广告代言了。说完，傅青雨又看了一眼傅豪，如果是我可舍不得让妹妹花钱买礼物，只会是我给妹妹买礼物。我送妹妹的见面礼现在应该也快到了吧？话音刚落，傅豪和悠悠同时看见一辆粉红色的大卡车开进了傅家别墅，后面装着的是各种各样的洋娃娃。这要是换做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傅青雨准备退出娱乐圈做玩偶生意了呢。悠悠，看看这些洋娃娃喜不喜欢？这些都是四哥哥从全球各地搜来的，不喜欢也没关系，四哥哥还给你准备了第二批，都是迪士尼公主的娃娃。听说小女孩都喜欢那种公主娃娃，不用了四哥哥，这些洋娃娃已经很多了，我一个人都玩不了那么呀。看着不断将洋娃娃往屋子里送的工人师傅，悠悠显得有些苦恼。傅豪则是因为傅青雨的话开始反思，不就是洋娃娃吗？他还有小汽车和奥特曼呢，他现在就把那些全部送给傅悠悠。傅悠悠有他这个亲哥哥，不需要别人送的那些礼物，大不了他以后少花钱充点游戏，给傅悠悠买洋娃娃就好了。想到这里，傅豪快步朝房间走去。没了傅豪那臭小子的打扰，傅青雨觉得他和悠悠相处起来变得更开心了。再加上小姑娘还会奶乎乎的叫他哥哥，这一声声哥哥让他差点沦陷。一路上，傅青雨都跟在悠悠身后，见证了自己这个乖乖软软的妹妹在院子里和每一株花花草草聊天的全过程。牡丹花花你好呀，你今天比以前更好看了呀，和悠悠四哥哥一样好看。牡丹花礼貌道谢，谢谢你四叶草。傅青雨听着悠悠的话，唇角不自觉地勾了起来，心情瞬间好到了极点，连带着悠悠没送他礼物的失落也烟消云散了。没想到他这个妹妹小小年纪这么会夸人，想夸他就直夸，还要假装先夸一下那些花，再用花来衬托他的英俊帅气，真是太为难他妹妹了。妹妹这么懂事，他要对妹妹更好。悠悠，你有没有什么想要的东西？明天四哥哥带你去商场，随便你挑。想到今天自己才跟着妈妈去了商场，悠悠小朋友十分乖巧地摇了摇头。妈妈今天已经花了好多钱了，四哥哥给他买了这么多洋娃娃，肯定也花了很多钱，他不想让四哥哥花钱，哥哥们挣钱都很辛苦。四哥哥，悠悠没有想要的呀。傅青雨还想要说什么，不远处傅老爷子的声音突然打断了他是思绪。悠悠，我是爷爷，快过来看看，爷爷把小黄给你带回来了。听到小黄，悠悠眼睛突然亮了起来。四哥哥，我们去和小黄一起玩好不好呀？小黄很乖，他不会咬人的。面对这么可爱妹妹的要求，傅青雨当然不可能拒绝她的要求，点头同意了。等等，傅青雨突然想到了什么，家里怎么突然多出来一条狗了？爷爷同意悠悠养了呢？爷爷不是不喜欢家里养宠物吗？傅青雨怎么也没有想明白这件事。而悠悠已经迈着小短腿，一蹦一跳的朝着小黄的方向跑了过去。看着一人一狗互相奔赴的样子，傅青雨赶忙掏出手机，对着悠悠的背影和奔跑的小狗拍了一张照片。真好，他手机壁纸有素材了。傅青雨正准备收起手机走过去，手机突然响了起来，来电显示经纪人。傅青雨满脸生无可恋，叹了口气，找了一个远离悠悠的地方才接起电话。不等他开口说第一句话，经纪人暴躁的骂声从手机里传了出来。我说祖宗啊，你又给我跑哪去了？不是说了下周录制亲子综艺的吗？和你搭档的小孩我都给你找好了，你倒好，不先和小孩培养感情也就算了，居然直接和我玩起了失踪。你什么时候才能让我少操心啊？你刚才干什么去了？我给
给你打了那么多个电话都不接。傅青宇不耐烦地掏了掏耳朵，我说了我不参加综艺，我忘了和你说，我妹妹回来了，我休假1个月。傅青宇根本不给那边反应的时间，二话不说地挂断了电话，紧接着直接拉黑。然而下一秒，他又突然意识到了什么，将经纪人从黑名单里面拉出来，并打电话过去，一接通就直接说道：亲子综艺我同意去了，不过我有个条件。这让本想臭骂他一顿的经纪人一下子把一肚子话给憋在了喉咙里。什么条件？傅青宇看着远处的一娃一狗弯了弯唇，那综艺不是亲子综艺吗？我想带着我妹妹参加。经纪人听见傅青宇这个要求，差点从椅子上翻了下来。你说什么？傅青宇重复刚才的话，我说我想带着我妹妹一起录制综艺。说完又反问了一句，怎么，有什么问题吗？经纪人总觉得自己迟早要被气死。不是祖宗，你没有开玩笑吧？小孩我都给你找好了，那孩子长得好看不说，性格也讨喜，观众肯定会喜欢他的。你现在人气这么高，你妹妹万一说错了什么话，你的前途可就没了。傅青宇淡淡哦了一声，那我还是继续休假不去录了吧。经纪人咬了咬牙，傅青宇我告诉你，别以为你这样就能威胁我。傅青宇冷笑了一声，但也没有挂断电话，两人就这样沉默着。3分钟后，经纪人叹了一口气，行吧，我暂时同意你带着你妹妹，不过录制途中你可千万要管好她，千万别让她乱说话，知道了。傅青宇满不在乎的应下，他妹妹又乖又懂事，怎么可能乱说话给他惹麻烦？那些观众喜欢他还来不及，只要他带着悠悠去录综艺，离开了帝都，家里就没有人能和他抢妹妹，他能单独和妹妹相处好几天，这样一来，妹妹和他的关系肯定比其他人好。傅青宇美滋滋地想着，却不知道此时的经纪人已经因为他的态度，把悠悠当成了小绿茶，甚至还订了一张机票，只为了当着傅青宇的面鉴定绿茶。而此时的傅家花园里，悠悠正和许久未见的小黄快乐玩耍。小黄，以后我们每天都来给花花浇水好不好呀？悠悠坐在地上摸着小黄狗的毛，小黄现在身上也换上了衣服。闻言高兴地在原地转圈圈，周围的小花也高兴地和悠悠道谢。四叶草，谢谢你给我们浇水，等我变成人了一定不会忘记你的。我也是，到时候我要和四叶草做朋友，一起给我们的同伴浇水。悠悠闻言眉眼弯成了月牙，肉嘟嘟的小脸上露出2个可爱的小梨窝。不用谢啊，这都是悠悠该做的。傅青宇又对着悠悠拍了几张美照后，走过去蹲在悠悠身旁，温柔地问：悠悠，明天跟四哥哥一起去录综艺好不好呀？悠悠闻言歪了歪小脑袋，综艺是什么哇？傅青宇眉眼弯弯轻声解释：综艺就是一起出去玩，去很多好玩的地方，吃很多好吃的东西，那里也有很多画画哦。说着，傅青宇还拿出手机给悠悠看了照片，悠悠一下子就喜欢上了照片里的地方。好哇，悠悠也要去，悠悠要去录综艺。悠悠答应下来后，傅青宇松了一口气，接下来就是让傅老爷子和悠悠爸妈答应了。想到这里，傅青宇又轻声说：不过这件事呢，得告诉悠悠的爸爸妈妈和爷爷，四哥哥不能直接带悠悠出去玩。悠悠一听马上就站起来，来不及和花花们告别，迈着小短腿就要去找爸爸妈妈和爷爷。悠悠去跟他们说。傅青宇见状赶忙跟上，生怕悠悠跑得太快摔倒了。等众人听完了悠悠的请求，看向傅青宇的表情可以说是非常精彩。傅老爷子眉头拧成了一个川字，抬起头看向悠悠时又换成了慈祥的笑容。悠悠想和四哥哥一起去录综艺，悠悠高兴地点了点头。刚才四哥哥已经给他看过综艺去的地方，那里有好多花花，他喜欢录综艺。爷爷，悠悠可以去吗？悠悠见傅老爷子一直没反应，跑到傅老爷子身旁，扬起白皙精致的小脸，乌黑的眸子期待地看着傅老爷子，好像他不同意就是什么十恶不赦的坏人似的。傅老爷子当然不可能拒绝乖乖孙女的要求，点头同意了下来。当然没有问题啊，爷爷同意了，咱们悠悠宝贝想去就去，多和别的小朋友接触接触也不错。悠悠闻言丝毫不掩饰自己的高兴，在原地转起了圈圈。谢谢爷爷。悠悠，你先去跟小黄玩一会儿好不好？爷爷有话要和四哥哥说说。悠悠看了一眼笑得和蔼的爷爷，没有拒绝，乖巧的点了点头离开了房间。悠悠没注意到，在他关门的那一瞬，屋里傅老爷子的眼神已经变了，唇角也勾起一抹阴森森的笑，举起手中的拐杖。一道惨叫声在别墅里响起。悠悠再次看见傅青宇的时候，他正一瘸一拐地捂着屁股，脸上满是痛苦之色，像是刚刚经历了什么非人折磨。悠悠满脸担心地跑了过去询问道：四哥哥，你怎么了？没事吧？傅青宇故作轻松地摆了摆手，没怎么。悠悠不要担心，开玩笑，妹妹面前怎么能说痛呢？他可是一个完美到无可挑剔的哥哥。但傅豪却毫不留情地拆了他的台。傅悠悠，四哥肯定是因为做特别大的错事，被爷爷打了。你不知道，你没有回来之前，四哥经常挨打，还哭鼻子呢。不等悠悠说话，傅青宇忍不住对着傅豪破开大骂，丝毫顾不上他屁股上的疼痛。傅豪，你臭小子皮痒了是不是？居然敢在妹妹面前揭他的老底！傅青宇挽起袖子准备和傅豪大战300回合，傅豪也没在怕，挺直腰板应战。灵芝，你是来找青宇的吧？两人正要开战之际，傅伯母的声音突然在门口响了起来。灵芝礼貌地冲着苏伯母笑了笑，是的，阿姨，她最近接了一档亲子综艺类型的节目，我正准备找她聊聊综艺上面的注意事项。阿姨，她在家吗？灵芝身为傅青宇的经纪人，自然知道傅青宇是傅家的人，也认识他的家人，只是这个妹妹，她实在没有听傅青宇和傅家人说起过，以前来傅家她也没有看见过，所以才想着趁着综艺的借口来看看傅青宇那个妹妹到底有多大本事，居然把傅青宇迷得神魂颠倒，工作都能丢下。叔，你怎么来了？傅青宇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到了门口，掀起眼皮懒洋洋地看着灵芝。灵芝被傅青宇这声书叫得彻底破防了。傅青宇，能不能好好交流？他也是25岁的大好年华，只是长得有点点和年龄不符。傅青宇居然直接叫他叔叔，他不要面子的。生气归生气，灵芝还是记得自己今天到傅家来的目的，平复了一会儿心情。傅青宇，别怪我没有提醒你，你妹妹要是不懂事让观众反感，影响的可是你以后的事业，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我给你找的那个小演员已经是目前最合适的人选了。傅青宇不太想听经纪人啰嗦，放心，我妹妹和别人不一样，
他妹妹可乖可懂事了，看得他都想把悠悠一直带在身边。经纪人见傅青雨执迷不悟，也不想和傅青雨废话了，不浪费一点时间，先让我看看你妹妹什么样吧。他倒要看看傅青雨的那个刚回家的妹妹到底是什么段位的小绿茶。傅青雨也没有犹豫，朝着不远处正在和小狗玩的悠悠招了招手，示意他过来。小姑娘也是很听话，哒哒哒的就跑了过来，天真无邪的看着面前的傅青雨。四哥哥，怎么了？傅青雨指了指自己身前的灵芝，介绍道：悠悠，这个是四哥哥的经纪人，他负责我们综艺的事情，悠悠可以叫他经纪人叔叔，也可以叫他林叔叔。经纪人叔叔好呀。悠悠乖巧的小奶音又软又萌，对悠悠不屑一顾的经纪人低下头，认真看着面前这个白玉雕琢的团子。只见一个毛茸茸的小脑袋在他腿边晃悠着，头上还有一撮灵动的小呆毛，目测是个3岁左右的孩子。注意到经纪人的视线，悠悠仰起头，露出那张似果冻般吹弹可破的小脸，水灵灵的眸子中藏满了无数星星，身上是一件浅绿色蓬蓬裙，裙摆处别着几朵仿真花，宛若一个灵动的花仙子。经纪人只一眼便愣在了原地，这孩子长得也太萌了吧，哪怕是娱乐圈的那些小有名气的小演员，也不及眼前这个小家伙1/3。他敢发誓，如果这个孩子进娱乐圈，名气和粉丝一点也不会比傅青雨少。不对，他在想什么呢？人不可貌相，万一眼前这个小女孩长得好看，人品不行怎么办？那不一切都等于零了吗？经纪人努力不让自己被悠悠勾走。经纪人叔叔，你要吃薯片吗？正想着，悠悠奶乎乎的声音响了起来，小手极力举着手里的薯片，那样子简直不要太萌，这哪里是小绿茶，分明就是小天使。经纪人的偏见在这一刻全部烟消云散，脸上挂着一个亲切的笑。小妹妹，你还缺哥哥吗？傅青雨当然知道经纪人脑子里想的什么，冷声提醒道：悠悠是我妹妹。他特意强调了我妹妹这3个字，言下之意就是在说，不属于你的东西不要贪图，不然后果肯定惨不忍睹。有了傅青雨的警告，经纪人确实收敛了很多，但是当傅青雨不在的时候，他终于还是问出了自己一直想问的事情。小悠悠，经纪人哥哥可以捏捏你的脸吗？或者揉揉你小脑袋也可以。这么可爱的小团子，他早想捏脸了，奈何傅青雨一直守在旁边，他有那个心也没有那个胆。看着经纪人那泛着光的眸子，悠悠短暂思考了一会后点了点头，伸出肉嘟嘟的小手比了一个数字1，用甜软可人的声音道：只能一下哦。经纪人顿时喜出望外，刚伸出手还没有碰到悠悠的小脸，就被匆匆赶来的傅青雨厉声制止住了，把你脏手从我妹妹面前拿开。被傅青雨这声音一吼，经纪人当即收起手，那委屈的表情像是受了欺负似的，我都没有捏到呢，看来下次动作一定要快。傅青雨走到悠悠面前，脸色变得严肃，悠悠，你记住，以后有别人想随便碰你，我们都要大声的拒绝，好不好？悠悠小脸上满是不解和茫然，奶乎乎的问道：四哥哥，什么是别人呀？经纪人叔叔是四哥哥经纪人，不是别人呀。傅青雨被悠悠的话问得愣了愣，悠悠这么理解好像确实没有问题。思考了片刻，傅青雨再次抬起头，认真的和悠悠解释，没有四哥哥帅的人就是别人，当然了，悠悠的爸爸妈妈爷爷除外，他可没有嚣张到敢和长辈作对，尤其是爷爷，他再也不想体验爷爷拐杖的痛了。悠悠闻言，头上的小呆毛瞬间直直的翘了起来。我知道了，四哥哥。傅青雨见悠悠明白了自己的意思，目光冰冷的看向经纪人。行了，综艺的事情你交代的差不多了，先回去吧。经纪人露出一个讨好的笑。青雨，咱们什么关系啊？这现在都到饭点了，我留下来在你家吃个饭没问题吧？有问题。傅青雨直截了当的拒绝，别以为他不知道林芝打的什么主意，他才不会这么轻而易举的上当呢。经纪人捂着胸口，努力装出一副受到了极大伤害的样子。呜，傅青雨你好狠的心呐！我们工作上是老板和下属的关系，但是私底下我们可是朋友啊。傅青雨看着经纪人这拙劣的演技，没忍住翻了一个大大的白眼，就差直接把嫌弃2个字写在脸上了。在妹妹面前没有什么所谓的朋友，只有和他抢妹妹的人。最终经纪人也没能留下来吃饭，饭桌上几个大人一直忙着给悠悠夹菜，原本小小的碗里已经堆成了一座小山，而几个大人全然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我吃不了这么多呀。悠悠的腮帮子气鼓鼓，苏老爷子在旁边安慰着，没关系，悠悠能吃多少就吃多少，剩下的给爷爷吃也没有关系。悠悠听到这话，又看向自己的小碗，他不想让爷爷吃他剩下的饭菜呀，他还是努力把饭菜吃完吧，不能浪费粮食。正埋头认真干饭时，贺管家突然走了进来。先生，少爷，国画界的秦会长来了。闻言，傅景天激动地从椅子上猛然站起身，说话的声音中都带着几分颤音和不可思议。快，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把秦会长请进来，我亲自去接待秦会长。傅景天连饭都顾不上吃了，当即放下碗筷朝客厅跑去迎接。之前他答应给悠悠找国画老师，想到的第一个人就是国画界最着名的秦会长。秦会长不仅是国画院的院长，更是整个国画界最具权威的人，没有之一，资历和实力自然在不少大师之上。很多人学习国画，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进入国画院，成为秦会长的学生。只可惜秦会长脾气古怪，眼光也特别高，几十年来愣是没有收过一个徒弟。不少媒体公认的国画天才，在秦会长眼里只能算是适合走国画这一条路，除此之外便没有更高的评价了。一开始傅景天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发邮件联系的秦会长，见秦会长这么久没有答复，还以为被拒绝了，他都已经开始物色别的国画老师了。谁知道秦会长居然亲自过来了。秦会长，我们不知道您要来，有失远迎，还望秦会长您多多包涵啊。傅景天态度谦卑地走上前打招呼，只见一个白发老人正坐在沙发上，下巴处留着飘逸苍白的胡须，虽然是一个年近半百的老人，但他身材笔挺，眉眼中透着久居上位的压迫感。秦会长淡淡开口，哪里，这和你们没有关系，是我事先没打招呼就来了。他当时在比赛场上给学员评分，无意看见邮箱里的作品，马不停蹄地赶来了，甚至完全没有看完傅景天发的内容，只看了傅景天放在邮件里的国画图片。秦会长询问道，今天不是周末，那孩子放学了吗？我可以等他上完晚自习。虽然10几岁的年纪
计学习国画有些晚，但是通过那孩子画的国画来看，秦会长可以确定，如果好好教教，那孩子在国画界肯定也能混出一片属于他自己的天地。傅景天则是被秦会长的话问得有些懵，转瞬便知道秦会长是误会了悠悠的年纪，恭恭敬敬的解释：秦会长，那孩子今天才3岁，没到上晚自习的年纪，他一会儿就能过来。3岁？秦会长难以置信的站了起来，这不可能，那比例和落笔的技巧肯定不是一个3岁小孩子能做到的，除非那孩子在国画这方面十分有天赋，只是他活了大半辈子，见过不少学生，但没见过哪个天才在3岁就有这样的造诣。见秦会长死活不相信，傅景天只能尴尬的笑了笑，等着悠悠一会儿过来。爸爸，悠悠换了一身国风汉元素连衣裙，2根飘逸的丝带绑在头上的2个丸子上，可爱精致的像个年画娃娃。傅景天赶紧将悠悠带到秦会长面前介绍，秦会长，这个就是我和您说的孩子，傅悠悠。秦会长神情变得严肃，一直打量着面前的小姑娘，找到傅景天发的邮件图片，小妹妹，这个是你画的吗？看着手机里鲜艳夺目的牡丹花，悠悠坚定地点了点头，是的，是悠悠画的。秦会长闻言良久都没有说话，不是他不相信傅家人的话，是他实在不相信这是一个3岁小孩子画的画，而且这作画风格总让他想起一位友人，和那位友人的作品比起来，他的作品完全不值一提。如若不是当初，秦会长想到这里，无奈的叹息，自言自语道，他本不该是那样的结局。老师，您在说什么呀？悠悠歪着脑袋，好奇地盯着秦会长。秦会长听到悠悠软糯的声音，这才缓缓回过神，视线再次落到悠悠身上。这样，小妹妹，你如果能当着我的面画一幅国画，我就收你为徒，怎么样？悠悠乖巧地点了点头。好呀。趁着管家去准备材料的时间，秦会长也没有忘记和傅景天解释，傅先生，您不要介意，我这么做也是想看看这孩子的真正实力而已。他太了解豪门了，有些豪门为了自己子女的利益，公然冒领霸占别人的功劳，他不愿见那样的事发生在自己眼前。让悠悠当着他的面画画，是目前为止证明清白最好最便捷的一个方式。很快管家就拿着材料走了过来，悠悠扬起脑袋看向秦会长，老师，您还没有告诉我要画什么呢？我不规定主题，画你自己最擅长的东西就可以，我只是看看你的能力。悠悠闻言乖巧地点了点头，这次他就不画牡丹花花了，上次是他第一次画牡丹花花，很多地方不是很熟练，所以速度相对也没有多快。爸爸妈妈说过不能让长辈等你，所以他决定画4叶草。悠悠刚画完第1株4叶草，正要画第2株4叶草，秦会长突然出声打断，等一下。傅景天内心有些忐忑，可当他看向秦会长时，赫然被对方眼神中的狂热和激动震撼了，那眼神就好像是看见了什么绝世宝藏似的。秦会长语气里带着兴奋，这孩子能力远在我之上，我没有那个实力教他。话音落，整个房间里的人全都愣住了。秦会长可是整个国画界最厉害的泰斗，现在他居然说悠悠的能力比他还要高。秦会长顾不上傅家人惊讶的眼神，扭头面容慈祥地看向悠悠，缓缓开口问道，悠悠，你愿意跟爷爷到国画院去学画画吗？他敢保证，他们国画院的那些老头子看见悠悠，肯定都争着抢走要和悠悠玩。悠悠小呆毛蹭的一下竖了起来，坚定地点了点头，想呀。悠悠想去国画院，早在他刚开始学习国画的时候就听奶奶说过，国画院很厉害，进国画院是奶奶这辈子的梦想，只是因为各种原因没能进去，他也不得不宣布从此退出国画界。奶奶对他很好，他的国画是奶奶教他，老师认可了他的国画，就是认可了奶奶的国画，他要替奶奶弥补奶奶的遗憾。送别了秦会长，悠悠被云清离带回了房间，只留下傅景天和苏老爷子在客厅。傅景天率先开口，爸，悠悠回来这么久，迟早要被大家知道，与其这样，我们还不如办个宴会，宣布他的身份。行，等悠悠的那些哥哥回来，我们挑选个好时间，给悠悠举办一个盛大的欢迎宴，把帝都所有豪门都邀请过来。他们傅家这么多年，难得生了一个乖乖软软的女儿，当然要让所有人知道。而另一边，傅青宇已经先傅景天和傅老爷子一步，直接把今天拍的悠悠照片连着发了几条朋友圈来炫耀，然后就不意外的被他死对头杨之乐看到。杨家和傅家一直都是世交，杨之乐和傅青宇也从小一起长大，毕业一起进娱乐圈，一起得影帝称号，但实际上两个人从小就不对付，不管做什么都要争个高低。看到傅青宇竟然有这么个软软糯糯的妹妹，再抬头看看正在自己旁边玩奥特曼的小男孩，杨之乐脑袋瓜一转，杨，过来，哥哥和你商量个事。傅青宇只是为了炫耀自己的软糯妹妹，却不料不仅他的死对头想来抢妹妹，连自己那个常年在国外的工作狂哥哥傅离安，也在看到朋友圈后直接原地飞回国。傅景天看着手机里大儿子发来的消息，嘿嘿一笑，开始回复，行，没事多回家看看，国外公司处理好了，以后就都待在国内吧，只要他儿子留在国内，他就可以像他爸当初那样成功退位，把公司交给儿子，他就能去过清闲日子，天天陪女儿了。傅景天正准备询问具体时间，傅离安又在他们家族群里发了同样的消息。看见傅离安的消息那一刻，云清离第一时间就和自己宝贝女儿说了，悠悠，明天你大哥哥回来，你想不想去接大哥哥？你大哥哥肯定很想你。悠悠眨了眨大眼睛，不确定的看着云清离问道，大哥哥会想我吗？云清离笑了笑，当然了，可是照片上的大哥哥好凶。悠悠哭丧着小脸，心里有些忐忑。傅离安一直在国外，他们没有办法让悠悠和他接触，悠悠只看见过他的照片，偏偏傅离安生来就是一张冷漠脸，不管看谁都带着一种疏离，拍照冷着一张脸的模样，摄影师看了都要被他吓跑。云清离温柔地摸着悠悠的脑袋，耐心地和他解释，悠悠放心，悠悠大哥哥肯定会想悠悠的，妈妈可以和悠悠保证。像是怕悠悠还是不相信，云清离又继续解释，悠悠刚出生那会儿，你大哥哥公司还不是很忙，经常抱着悠悠玩，悠悠当初被坏人拐走时，大哥哥是家里最着急最担心悠悠的一个，他巴不得把整个帝都翻过来找你。听了云清离的解释，悠悠没犹豫，立刻答应了下来，他相信妈妈不会骗他爸。那悠悠现在先睡觉，睡醒了我们才有足够的力气去接大哥哥，是不是呀？悠悠用糯唧唧的声音回答，好的妈妈。第二天傅景天下楼时愉悦的哼着小曲，傅豪忍不住好奇的问着，爸，你怎么了？是不是我们学校倒闭了？我可以不用去学校上课了？傅景天瞪了眼傅豪，反倒是悠悠十分暖
暖心的和小哥哥解释，小哥哥，今天大哥哥要回来，我们要去接大哥哥呀。话落，富豪当即变了脸色，面上是肉眼可见的震惊和害怕。完了完了，大魔王要回来了。当餐厅里只剩下悠悠和富豪2个人，富豪小心翼翼地朝悠悠招手，把他大哥这个人从头到脚抹黑了遍。听完富豪对傅离安添油加醋的介绍，悠悠小脸上满是疑惑。可是小哥哥，大哥哥很好啊，你为什么不喜欢大哥哥呀？悠悠有自己的思维能力，没有被自家小哥哥的洗脑。原本富豪就因为昨天悠悠偏心傅青雨而不高兴，现在听见悠悠给傅离安那个大魔王说好话，心里就更不乐意了。你都没有见过傅离安，你怎么就知道他人好了？我跟你说，他可坏了。傅离安就是个大魔王，长得可凶了，就和动画片里吃人的大灰狼一样。因为他是大哥哥，大哥哥和四哥哥一样好。悠悠喜欢大哥哥和四哥哥。小姑娘说的一脸天真无邪，在提到傅青雨和傅离安的时候，眉眼弯了弯，脸上的欢愉藏也藏不住。见状，富豪更生气了，他气哼哼离开别墅，上了学校的校车，而悠悠也乖乖的去找妈妈换衣服。她要穿得漂漂亮亮的接大哥哥。在云清离的打扮下，悠悠换了一件牛仔背带裙，搭配着黄色娃娃领衬衫和黄色渔夫帽，瞬间俏皮可爱了不少。不愧是我宝贝女儿，就这样随便一打扮都这么好看，我老婆也心灵手巧。傅景天欣赏着宝贝女儿，连带着老婆也要夸一波，真正做到了一碗水端平。时间不早了，离安应该要到了，到机场先带悠悠去吃点东西，小孩子容易饿，别买那些垃圾食品，听到没？云清离是生怕自己老公照顾不好悠悠，千叮咛万嘱咐还是担心。悠悠好奇的睁大眼睛望向云清离，妈妈，你不和我们一起去吗？是有个钢琴比赛，妈妈是评委，所以不能和悠悠一起去接你大哥哥，但是你爸爸会和悠悠一起，悠悠不用害怕哦。小姑娘用力的点了点头。云清离看着悠悠的背影叹了口气，本来她是想带着悠悠一起去的，但是没有提前和主办方说，她怕麻烦大家，还是等下次再带着悠悠一起吧。而傅景天和悠悠到达机场的时候，距离傅离安航班抵达还有一段时间，傅景天便带悠悠去休息区坐着，怕悠悠饿了，又给悠悠买了一些零食和奶茶。悠悠刚满足的喝了一口奶茶，一个突然冒出来的小男孩就把他的奶茶打翻了，全洒在了悠悠衣服上。小男孩走过去主动和他道歉，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这时一个戴着墨镜的女生匆匆跑来，看见悠悠脏掉的衣服也立刻道歉，小妹妹，实在是抱歉，我弟弟弄脏了你衣服，你要不告诉姐姐你这衣服多少钱，姐姐把钱给你可以吗？没事，大姐姐。他知道那个哥哥不是故意的，而且他们也和他道歉了。即便是悠悠这样说了，女生心里还是有些过意不去，递给悠悠一个购物袋，小妹妹，这衣服就当姐姐陪你的，你如果不收，姐姐心里会过意不去。悠悠看了看面前和蔼的大姐姐，又看了看自己被奶茶弄脏的小裙子，她是来接大哥哥的，她不想大哥哥看见她裙子脏脏的，不然大哥哥肯定觉得她不爱干净。这样一想，悠悠也没有拒绝，谢谢姐姐。傅景天走到悠悠面前，温柔的俯下身，悠悠，要不要爸爸带你去换衣服？不拉爸爸，悠悠自己可以。见自己宝贝女儿坚持，傅景天也没有说什么，只是把电话手表带到了悠悠手上。悠悠，这个千万不能丢了，找不到爸爸就用这个给爸爸打电话。小哥哥把他的电话手表给他玩过，他知道该怎么操作，乖巧应了声离开了。从卫生间出来，悠悠已经自己换好了衣服，手上拿着刚刚换下来的裙子。一个穿着粉红色公主裙的女生对着他喊道，喂，你快过来，本公主要用你的衣服擦手。悠悠看了看四周，发现除了他就没有别人了，一脸不解的看着那个女生，姐姐，你是在叫我吗？女生语气有些不好，不是你还能是谁？你看看这里还有别人吗？悠悠小鹿眼注视着面前穿公主裙的女生，认真和她讲着道理。可是姐姐，擦手不是你自己做的事情吗？为什么要让我帮你擦呀？而且悠悠的衣服是用来穿的，不是用来擦手的，擦手要用纸巾和手帕。女生完全不在乎悠悠说的那些话，一脸骄傲，我妈妈说我是公主，我想用什么擦就用什么擦，你有什么资格管我？可是我不想给你擦手呀。妈妈以前告诉过她，如果遇到她不喜欢的事情，她可以大声说出来。你一个低贱的平民，给本公主擦手是你的荣幸，你居然敢不听，你信不信我告诉我妈妈，让我妈妈收拾你？悠悠不想和这个姐姐说话，正准备离开，突然就被那个女孩拦住了去路。她粗暴地抓住悠悠的手往后面狠狠一拽，悠悠险些摔倒在地上。然而穿公主裙的那个女生却觉得自己没有错，只见她脸上的骄傲依旧不减，对着悠悠就是一顿劈头盖脸的辱骂。你干什么？本公主允许你走了吗？悠悠满眼不解地看着面前的女生，可是姐姐，这里不是你家呀，为什么要你同意我才能走呀？女生被悠悠这么一问，顿时语塞，脸上的表情也僵了几秒，但随即又恢复成刚才那副高高在上的样子，骄傲地扬起头炫耀道，这里现在不是我家，但是我明天就可以让我爸爸把这里买下来，我爸爸可是很有钱的，我让我爸爸买什么，他就会给我买什么。女生话语刚落，一阵急切的女声就从外面响了起来，宝贝，你这是怎么了呀？怎么在卫生间待了这么久呀？看见自己母亲来了，公主裙女生脸上的表情立刻变得委屈了起来，眼角突然冒出来几颗晶莹的水珠，好像刚才那副自以为是的样子只是悠悠的错觉一样。女生一下子扑倒自己母亲怀里，小声哭泣着，妈妈，她欺负我，我让她帮我擦手，她不同意还骂我，还打我了。母亲低下头打量一眼悠悠，看见悠悠的衣服并不是她认识的什么大牌子，眼神变得鄙夷，就是你这个小丫头欺负我女儿，我女儿不过就是叫你帮她擦一下手，你就帮她擦一下怎么了？又不会少一块肉。年轻女人说话的语气和女生一模一样。可是阿姨，擦手是那个姐姐自己的事情，自己的事情就要自己做。悠悠不服气的反驳，只可惜小奶音听上去没有一点杀伤力。年轻女人轻嗤了一声，你这个臭丫头知道我是谁吗？我老公可是赵氏集团的老板，我女儿也是明星，富氏集团还是我们家的合作商，你得罪了我们，就等于得罪了整个赵氏集团，得罪了富氏集团，你们一家就只有等着被赶出帝都的份了。赵氏集团很厉害吗？悠悠不知道这些，以前她好像没有听爸爸妈妈提起过这个名字。看见悠悠没有说话，赵媛媛只觉得悠悠是被吓傻了。
更得意了。怎么样，知道我们家的厉害了吧？你如果现在用你的衣服给本公主擦手，本公主还能考虑原谅你。不要。悠悠拒绝的十分干脆利落，她实在是不喜欢这个姐姐，也不喜欢这个阿姨，她现在只想快点找到爸爸。你这个臭丫头，少给脸不要脸！说罢，赵母像是气不过，冲上去二话不说，直接给了悠悠一巴掌。这一巴掌让悠悠的脸颊疼得几乎麻木，嘴角也微微渗出一抹血迹，原本白皙可爱的小脸顷刻之间红了起来，留下一个大大的巴掌印。悠悠已经很久没有被人这样欺负了。回到傅家之后，大家都把她保护得很好，巨大的委屈感像洪水般席卷而来。赵母看着悠悠有些不耐烦，伸手就要去拽悠悠，不料手臂突然被一双有力的大手握住。只见一个一身西装的男人正站在她面前，冰冷孤傲的黑眸充满了怒意。从飞机上下来，傅离安就一直紧张到不行，害怕他太严肃，妹妹不喜欢自己，所以才想着先到卫生间冷静一下。谁知道刚过来就看见有人欺负他妹妹，不知道为什么，原本天不怕地不怕的赵母，在看见这个男人的时候，心里居然生出了几分畏惧的情感。悠悠看见面前穿着西装的男人，眼睛赫然亮了起来，眼泪慢慢止住。大哥哥，听见悠悠哽咽的声音，又看见悠悠红肿的眼睛以及脸上的巴掌印，傅离安蹲下身轻轻摸了摸悠悠的脑袋，不怕，有大哥哥给你撑腰。赵母虽然心里有些害怕傅离安，但是很快就调整好了情绪，他可是见过不少上流社会的人，这个男人他压根儿就没有看见过，估计也就是一些上不了台面的小家族。你什么人，也敢过来插手我们的事情，是不是不想在帝都继续混下去了？听见赵母咄咄逼人的声音，傅离安却只是抬起头，眼神晦暗不明的看向赵母，用轻飘飘的声音问道：赵家的人是吗？赵母满脸得意，昂首挺胸，用十分骄傲的语气说道：怎么样，现在知道怕了吧？早干什么去了？傅离安却完全不在意的轻笑了一声，直勾勾的看着赵母，但始终不说一句话。赵母看见傅离安这不以为然的样子，脸颊气得通红，恨不得扇傅离安一巴掌。以前都是别人求着他们，对他们赵家也是说着各种阿谀奉承的话，这还是第一次有人敢这么瞧不起他们。他今天一定要让这兄妹知道他的厉害，知道他们赵家的厉害。只可惜赵母还没来得及出手，一个重重的巴掌印就落到了赵母脸上。她难以置信的瞪大双眼，眼前这个人居然敢打她。一旁的赵媛媛早就吓得呆在了原地，不敢说一句话。这一巴掌是你们打我妹妹的代价。说完，傅离安又朝着赵母脸上打去，打完之后又继续说道：这一巴掌是你们不尊重我妹妹的代价。啪啪啪一声接一声的巴掌声在卫生间响起，没一会赵母就被打得满脸红肿，十分狼狈。她双眼怒视着傅离安，因为脸被打肿的原因，赵母说话都带着嗡嗡声。你居然敢打我，信不信我叫我老公收拾你们，让你们永远离开帝都？傅离安看着赵母这势在必得的样子，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那就要看看你们有没有这个本事了。赵母没太当一回事，拿出手机就给自己老公打了电话，可怜兮兮的将整件事情夸大了好几十倍。什么？你等着，我马上就过来。挂断电话之后，赵母笑得一脸得意，你们等着，我老公很快就来了。傅离安冷笑了一声，随即让助理找了一个电话号码按了下去。赵总，我想我们两家的合作就到此为止，没有必要再继续谈下去了。为什么？那就要问问你那个好妻子和好女儿对我妹妹做了什么了。说完，傅离安也不等对面继续追问，十分果断地挂断了电话。看见被挂断的电话，赵父心里突然就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他老婆惹到的人不会是傅离安吧？如果真的是，那他们赵家肯定完了。赵父一路上都在祈祷，只可惜希望也仅仅就是希望。当赵父赶到时，赵母当即就哭了起来诉苦，赵媛媛也哭哭啼啼的求安慰，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受了多大的委屈。只是现在赵父完全没有心思听他们告状，甚至十分不耐烦地打断了他们，闭嘴，你们除了哭还会干别的事情吗？就知道给我惹事。赵母诧异地看向赵父，不敢相信眼前这个人是疼她宠她的丈夫。老公，你怎么？我怎么？你得罪了傅氏的人还好意思问我怎么？能活着就不错了。听完赵父的话，赵母大惊失色，看向悠悠脸上的巴掌印，浑身都在颤抖。完了完了，她这次是真的完了。赵母吓得直接瘫坐在了地上。赵媛媛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看见自己妈妈和自己爸爸这样，就知道今天惹到的人肯定比他们厉害，被吓得站在原地一句话也不敢说。骂完自己老婆和孩子，赵父这才换了一副嘴脸，颤颤巍巍地走到傅离安面前，那个傅总啊，这件事是误会，我女儿肯定不会欺负傅小姐。傅离安冷笑了一声，是不是误会，看一下监控就知道了。对了，小刘，一会儿记得把和赵氏的合同给他们送回去，我们傅氏又不缺赵氏这一个合作商。傅总，今天这件事我可以给您一个交代，您看能不能放过我们一次？赵父在傅离安旁边苦苦哀求着，如果他们的合同被傅家送回，以后想在帝都混下去就难于登天了。只因长得过于可爱，奶团子刚见到自己的顶流四哥哥，就被对方抓着拍了上千张照片狂发朋友圈，还要单独带奶团子去上综艺，急得身在国外的大哥哥丢下千亿项目飞回国，甚至还把四哥哥列为了暗杀对象。书接上文，傅离安在看到宝贝妹妹被欺负的那一刻，就已经想好了赵氏集团的100种破产方法。赵父还在苦苦哀求时，傅景天终于姗姗来迟。他一眼就看到悠悠脸上那个又大又红的巴掌印，瞬间就冲过来抱起悠悠，然后对在场的人怒吼道：是谁欺负我的宝贝女儿？傅景天心疼的不行，恨不得现在就把欺负悠悠的人抓到，把他们关在小黑屋里打上1天1夜。悠悠没有说话，而是把目光落到自家大哥哥身上。他不希望大哥哥告诉爸爸，他不想让爸爸为他担心。血缘有时候真的很神奇。傅离安看了一眼，立刻领会了悠悠眼神里的意思，因此他暂时先告诉傅景天道：爸，这事我已经处理了。趁着悠悠没注意，又悄悄向傅景天使了个眼神，示意他现在先不要多问。傅景天收到了自己儿子的眼神，转移了话题：宝贝想不想吃糖葫芦？爸爸带悠悠去买糖葫芦好不好？奶茶要不也来点？悠悠听到奶茶的时候，眼睛突然亮了起来。好呀，也要给小哥哥买。看见傅景天没有再问悠悠脸上的事，傅离安又恢复成了刚才那冷冰冰的样子。
子。有了云清离昨天晚上的那些话，悠悠一点也不害怕傅离安，反倒是十分喜欢黏着他，就连上车的时候也要坐在大哥哥旁边。大哥哥，你平时喜欢什么呀？悠悠有好多零花钱，到时候给大哥哥买呀。看见自家妹妹这样懂事，傅离安温柔地揉了揉悠悠的脑袋，不用，大哥哥有钱，悠悠如果没钱，可以找大哥哥要。如果是富豪听见傅离安说的这句话，肯定要气得当场在原地跳起来。平时他找傅离安要零花钱的时候，傅离安总是要问很多问题，比如又要钱，上次给你的钱花哪去了？你觉得我会信？把证据拿出来。问完一系列问题才给富豪20块。不用了，大哥哥，爸爸妈妈已经给了悠悠好多钱了，悠悠不缺钱的。大哥哥，悠悠一会儿要和爸爸去游乐园，大哥哥要不要和我们一起去玩？不等傅离安回答悠悠的话，傅景天就抢先了一步开口，语气里满是得意。悠悠，你大哥哥还有好多工作没有做，一会儿他就要回公司处理工作，知道傅离安要回来，他都已经做好了退位资料，就等着傅离安回来一并交给他。2个公司够傅离安忙上一阵子了。悠悠，爸爸肯定是年纪大记错了，大哥哥没有工作，可以陪悠悠去玩，怎么可能？你可是有。傅景天话还没有说完，傅离安直接打断，目光落到傅景天身上，冷笑着勾起唇角，一眼就看出了傅景天眼底的算计。爸，我给您看一段视频吧。傅离安这话是带着笑，但傅景天总觉得这个笑看得他毛骨悚然。刚点开就是悠悠软糯糯的声音，自己的事情要自己做。视频里放着的正是当时机场卫生间外面悠悠对着赵媛媛一家人说的话。看到这里，傅景天沉默了，回去的路上一句话也没有说。几年不见，他这个儿子倒是变狡猾了，越来越不好骗了。这公司一天不给傅离安，他心里就一天也不能安心了。车子抵达傅家别墅，傅离安贴心的将悠悠从车上扶下来。宝贝女儿，你回来了。云清离回来就看见悠悠站在院子里，高兴的直接冲到了悠悠面前。宝贝女儿，你可想死妈妈了？下次妈妈出去工作，带着你一起去好不好？云清离只顾着和悠悠说话，全然忘记了悠悠身边还站着几个月不见的儿子。见云清离没有准备搭理自己，傅离安决定主动出击，淡淡的喊了一声妈。听见傅离安的声音，云清离这才突然想起来，他好像还有一个儿子来着。离安也在啊，快到屋里坐，有什么想吃的就叫厨师做。云清离抱起自己宝贝女儿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宝贝女儿手上有轻微的抓痕。宝贝女儿，你这是怎么了呀？怎么出去一趟就受伤了？是不是你爸爸没有好好照顾你？我就说他不靠谱吧。云清离看见悠悠的伤口，又心疼又气。傅离安用同样的借口搪塞了云清离。等到悠悠回到房间之后，傅离安才解释。听完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云清离简直气炸了，拿出手机嘱咐了几句。10分钟后，赵氏集团破产的消息便上了热搜。他拿着手机冷笑一声，敢欺负我宝贝女儿，那就去垃圾堆里当他们的公主皇后吧。看见赵氏集团破产之后，傅景天也没有闲着，以最快的速度收购了赵氏集团，还给赵家夫妻2人留了一个专属岗位，打扫每层楼的厕所。最近几天傅青雨一直忙着综艺的事情，很少有时间陪着悠悠。富豪平时又要上学，只有晚上能和悠悠玩一会儿，因此家里没有太多人打扰傅离安带着悠悠玩。悠悠也很喜欢黏着傅离安。悠悠，手机不能玩太久，你还小，玩久了对眼睛不好，我们明天再玩。傅离安走过去拿起手机，本来以为悠悠会和富豪那样哭闹着不愿意给，谁知道小姑娘异常乖巧，听到不能玩后立刻把手机关掉，像只小兔子似的乖乖坐在沙发上。小姑娘那乖巧的模样，让傅离安恨不得把手机继续给悠悠玩，让她玩到高兴。这个想法刚冒出来，傅离安赶紧摇头否定，他这样纵容悠悠，对他眼睛不好，只是妹妹这么懂事，肯定要有奖励。傅离安点开手机，准备让助理给悠悠准备一部能设置使用时间的儿童手机。叮咚，手机上方突然弹出一条前段时间找他要投资的奋斗吧家人定档消息，配文：奋斗吧家人将于10月2日正式开播，节目采用全程直播形式，让大家知道最真实的明星私下带娃的那些事，快来为你们喜欢的偶像加油吧！柳如烟、龙龙姐弟、傅青雨、悠悠兄妹、杨之乐、杨洋兄弟、赵于瑞、圆圆兄妹。傅离安看见傅青雨和悠悠的名字，眉头瞬间蹙起。几个月不见，傅青雨皮痒了，敢趁着他不再带妹妹出去录综艺。就在这时，门口也传来了傅青雨的声音：悠悠，四哥哥回来了，快来给你最爱的四哥哥一个幸福的拥抱吧！你要带悠悠去录综艺。傅青雨看见傅离安的那一瞬间，脸上的笑容僵住了。大哥不去公司上班的吗？怎么在家里？好半天傅青雨才回过神。大哥，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傅离安没有回答傅青雨的问题，眼睛继续盯着他，别给我转移话题。见傅离安识破了自己的计谋，傅青雨认命般在心里叹了口气。他其实不是怕大哥，只是大哥板着一张脸，让他情不自禁就有一种压迫感。大哥，我看悠悠没出过远门，就想着带悠悠去体验一下生活。再说了，爷爷也同意我带着悠悠去录制综艺了。说这话的时候，傅青雨自己都有些不自信，完全不敢抬起头看傅离安的眼睛。那天我要带着他去公司。傅离安的语气不容拒绝。本来还在害怕傅离安的傅青雨，听到傅离安要抢悠悠，脑子当即忘记了害怕。大哥，悠悠已经先答应我了，别的他能答应，妹妹的事不能答应，而且在妹妹面前，他怎么能怕大哥？妹妹知道了不知道多毁他形象。傅离安死死盯着傅青雨，眉头皱得更深。傅青雨也扬起下巴看着傅离安，两兄弟僵持了1分钟。悠悠察觉到周围的气氛不对劲，伸出肉嘟嘟的小手，轻轻扯了扯傅离安的衣服，仰起头漂亮的小脸看着他。大哥哥，是悠悠让四哥哥带我去录综艺的，大哥哥不要生四哥哥的气啊！听到悠悠给自己说话，傅青雨感动的都快要哭出来了，满眼感激的看着他，不愧是他妹妹，他没有白疼他。紧接着又朝着傅离安挑了挑眉，看了吗？妹妹最喜欢的哥哥可是我。听到悠悠的解释，
傅离安眼神晦暗不明地落到傅青宇身上，面对悠悠，脸上的怒意慢慢消散，恢复成平日冰冷的样子。大哥，我和悠悠有一些综艺上的事情要聊呢，我就先带着悠悠走了。傅青宇根本没等傅离安回答，抱着悠悠快步朝外面跑去，好像傅离安是什么会吃人的恶魔，慢了一步就要被他吃掉。看着傅青宇抱着悠悠立刻的背影，傅离安站在原地，唇角勾起一抹冷笑，以为带着他妹妹去录综艺，他就没有办法接触到悠悠了。傅青宇太天真了。傅离安二话不说拨通了一个电话，而此时被抱走的悠悠眼睛里满是疑惑，睁着眼睛盯着傅青宇。四哥哥，我们为什么要跑呀？傅青宇也不知道怎么和悠悠解释，总不能说他大哥小时候最宝贝这个妹妹了，不管谁和他抢都没有好下场吧。还好他今天跑得快，要是跑慢了，傅青宇害怕的抖了抖身体，他完全不敢去想那个后果。傅青宇正暗自庆幸，一道男声突然响起，傅青宇，这个就是你妹妹吗？只见一个长相干净的男生正不疾不徐的走过来，男生五官普通，属于第一眼觉得惊艳，再看第二眼便会觉得普通的类型。悠悠看见男生的时候，嘴唇抿成一条直线，整张脸不自觉皱在了一起，小鹿眼紧紧盯着他。他现在可以非常肯定一点，这人就是让他们家布满黑雾的坏人，也是抢夺四哥哥气运的那个人。只因长得过于可爱，奶团子就被顶流哥哥连夜扛走上综艺，却不料意外发现哥哥的塑料哥们竟是想偷走哥哥和整个傅家气运的小偷。被惹怒的气运圣体四叶草转世的奶团子决定给他一点点教训。书接上文，在赵于瑞出现的那一刻，悠悠就绷紧了小脸，紧紧盯着他。他现在可以非常确定，眼前走来的男生就是让他们家布满黑雾的坏人。悠悠转头看了一眼傅青宇头顶，不出他意料，傅青宇头顶上原本金色的光芒，顷刻间被黑雾包裹，暗淡了许多。傅青宇本人对此全然不知，十分热情的走过去拦着男生的肩打招呼：“于瑞，你来怎么不告诉我一声，我也好提前过来接你。”让厨房准备吃的。赵于瑞目光在悠悠身上扫了一眼，随后若无其事地收回视线，语气平淡：“你是大影帝，每天肯定有忙不完的事情，哪像我没人气，平时基本没事做。”傅青宇丝毫没有觉得赵于瑞话里有话。于瑞，你这就线外了，而且你现在人气不也挺高的吗？赵于瑞只是淡淡的笑了笑，没说话。宿主，傅青宇旁边的小女孩气运值完全超标，她可以是我们下一个目标。悠悠听着这声突如其来的电子音，四处看了看，并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人员。难道是她听错了？悠悠正想着，赵于瑞的心声响起：“系统，我能同时夺取2个人的气运吗？反正傅青宇妹妹也要参加综艺，我如果抢走她的东西或者赢过她就行了。她要把傅家所有人的气运都夺过来。她从小家里条件就不好，一直跟着山区的奶奶生活，直到大学才走出大山。大一她正好和傅青宇分到了一个宿舍，他们很快就成了好朋友。一开始她也把傅青宇当作朋友，谁知道傅青宇居然各种羞辱她，她永远都忘不了。大学时候傅青宇买快递买多了，经常把多余的快递丢给她，有衣服鞋子和各种生活用品。更过分的是，傅青宇自己不愿意去食堂吃饭，把饭卡给她，让她给他带2份最好的饭，其中1份就算是给他的跑腿费。傅青宇这么做不就是想炫耀他钱多，在他身上找优越感，把他当奴隶使唤吗？只要他夺着傅青宇一家人的气运，傅青宇就再也没有办法在他面前炫耀了。见系统迟迟没有回答，赵于瑞有些不耐烦了：“问你话呢，到底能不能行？”系统犹豫了一会儿，还是答应了：“可以，你把包里的平安符给那个小女孩就好了。那个平安符我施了法。”听到这里，悠悠基本能确定，眼前这个长相普通的坏人，就是靠着他口中的系统夺取着四哥哥的气运。不仅如此，他们还想夺他的气运，只是他们不知道，四叶草的气运不是一般人能夺走的，哪怕夺走也要付出代价。而且据他来看，坏人说的那个系统也不怎么样，都没有发现他的四叶草身份。傅青宇见悠悠一直盯着赵于瑞，这才想起来，他刚才太高兴忘了介绍，悠悠，这个是四哥哥的大学同学，他也会和我们一起录综艺哦。赵于瑞闻言朝着悠悠笑了笑，小孩子最容易哄骗了，他到时候随便拉着他玩一玩游戏，他身上的气运值就全部落到他身上了。如果不是悠悠听见了赵于瑞和系统的对话，他可能真的就被赵于瑞骗过去了。你好，小妹妹，初次见面，哥哥也没有带什么礼物，就把这个平安符送你吧。哥哥不像你四哥哥一样，从小含着金钥匙出生，所以买不起太贵的礼物。小妹妹可不要嫌弃哥哥送的这个平安符。看着赵于瑞手里泛旧的平安符，傅青宇视线立刻落到悠悠身上，整颗心都提到了嗓子眼，生怕悠悠因为太旧拒绝了。大学时他知道赵于瑞家里的情况，本来想着直接给他的钱，但是又怕伤了他的自尊，一直都用各种借口帮他。知道他交不起学费，拿出自己1半的零花钱，匿名资助赵于瑞念完大学4年。好在悠悠的表现没让傅青宇失望，悠悠眉眼弯了弯，露出一排洁白整齐的牙齿，天真无邪接过赵于瑞的平安符。谢谢哥哥把自己的平安符给我了，有了哥哥的平安符，悠悠肯定能平平安安。哥哥没有平安符要照顾好自己哦。赵于瑞没把悠悠的话放在心里，直到不久之后，他才为自己今天的不在意后悔。只可惜一切都晚了。傅青宇看着悠悠乖巧的样子，忍不住揉了揉她毛茸茸的小脑袋，满是宠溺。随后才想起来，节目组官宣的时候也发了赵于瑞妹妹的照片，好奇的抬起头：“于瑞，你什么时候把你妹妹带过来一起玩？她正好可以和悠悠一起玩。”赵于瑞见悠悠接过护身符，语气要比刚才好多了：“等综艺的时候再说吧，毕竟那个女孩又不是真的是她妹妹，她也不能天天带在自己身边，她不过是为了完成系统的任务罢了。”通过系统给的消息，他知道赵媛媛是傅青宇经纪人给他找的搭档，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后来突然取消和赵媛媛的合作。系统给他的任务就是抢走傅青宇的东西，任务成功将获得10的气运值。他调查过赵媛媛的在娱乐圈的口碑，
基本上都在说她乖巧懂事，再加上还是傅青宇经纪人看中的人，肯定不会太差，所以他二话不说的选择了赵媛媛。哎呀，瞧我这记性，这么久不见，看见你高兴了，居然拉着你在外面聊天，我们进屋里聊天，顺便聊聊综艺的事情。赵于瑞笑着答应了。好啊。悠悠却听到了赵于瑞不屑的声音，装什么装，不就是嫌我穷，觉得我不配进你们豪门的地盘吗？听到这里，悠悠头顶上的小呆毛都要炸了，但是面上依旧不敢表现出来。四哥哥明明就是真心对他好的，那个坏人居然把四哥哥想得那么坏。刚才的偷听让悠悠已经弄清了赵于瑞想要夺取他四哥哥气运的办法，等上了综艺，他一定要让坏人把之前抢走四哥哥的气运全部还回来。在赵于瑞来傅家做客之后，又过了几天，很快就到了录制综艺的日子。傅青宇提前带悠悠到了他住的公寓。一般综艺为了收视率，开头肯定都是节目组的人上嘉宾们家里突袭。到了，这里就是四哥哥平时住的地方。四哥哥在门上输入了悠悠的指纹，悠悠以后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傅青宇说话的同时门已经开了，小悠悠，你还记得我吗？悠悠看见不远处的男人，嘴角高兴地弯起一丝弧度，奶萌奶萌的，记得的呀，你是经纪人叔叔。经纪人热情地朝悠悠跑过去，眼看就要抱到悠悠了，头突然被一双大手抵住，他扑腾了几下，偏偏手太短，完全碰不到傅青宇，对他造不成不了任何伤害。你这一天到晚在外面鬼混，谁知道你身上有没有病毒？消了毒再抱我妹。经纪人无语子，哪有人这样离谱的？他为了见悠悠特意洗了澡和头发，最终经纪人也没能成功抱到悠悠，眼巴巴地看着傅青宇和悠悠相处。有朝一日，他一定要趁着傅青宇不在，好好的抱抱小悠悠，和他玩游戏。而另一边的赵媛媛小朋友家里，赵媛媛母亲正在不停夸着媛媛，我们家媛媛很乖，从小就有演戏经验，对于你们娱乐圈的事情了解得很清楚，肯定不会出错的。赵于瑞听着这些话只觉得烦，但是他现在毕竟是公众人物，不能当场和人翻脸，只能强忍着。夸完自家闺女后，赵媛媛母亲又小声对媛媛说，媛媛，你记住，到了节目里一定要听这个哥哥的话，他就是你亲哥哥，我们家能不能东山再起，你能不能继续当公主，可就看你了，千万不要让我们失望。赵母把赵媛媛哄睡着之后，这才依依不舍离开赵于瑞住的公寓。就在赵母关上门的一瞬间，赵于瑞脑海中机械的电子音响了起来，叮咚，恭喜宿主抢夺傅青宇搭档，成功获得傅青宇5点的气运值，当前气运值250点，当前万人迷值90点。赵于瑞不满的在心里质问系统，怎么只涨了5点气运值？系统检测到傅青宇放弃这个搭档，所以宿主只能获得对应奖励的一半。赵于瑞在心里低骂了几句系统，你们这什么破系统？就算傅青宇放弃了又怎么样？赵媛媛可是傅青宇经纪人亲自选的。骂了一会儿，见系统不回应，赵于瑞只能放弃，在心里不停的做着自我安慰，算了，综艺结束，傅家兄妹两人的气运就全部归他了。那个时候傅青宇也失去了利用价值，他现在真是越来越期待明天了。次日，傅青宇的公寓内，悠悠穿着一件粉色睡衣缩成一团，像一个圆滚滚又带着几分可爱的小球。小姑娘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看了看周围的陌生的粉红色大床，愣了片刻，慢慢理着思绪，眼里的疑惑很快消失了。她现在是在四哥哥家里，今天她要跟着四哥哥一起录综艺。悠悠从床上爬起来，揉了揉眼睛，白皙娇嫩的小脸上还带着丝丝红晕。傅青宇公寓的门把手有些高，悠悠身高又不高，踮起脚尖努力伸手够脑袋上的门把手，十分艰难地打开了房间门。咚咚咚，悠悠刚准备去厨房找点吃的，一阵敲门声打断了她朝厨房走的步子。爸爸妈妈说过不能给陌生人开门，如果遇到陌生人敲门，要找大人帮忙。可是悠悠看了看傅青宇房间紧闭的大门，四哥哥平时起床晚，现在肯定还没有起床，他不能去打扰四哥哥休息。想了想，悠悠搬着小板凳，小脚丫踩在小板凳上，透过猫眼往外面看着，外面站着几个拿着摄像机的男人。敲了第一声之后，几人一直在门口等着。白外套男人看着面前没有动静的大门，提议道，你们谁再去敲一下门？然而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不是，你们一个个怎么这么怂啊？其他人立刻不服了，你还好意思说我们呢？谁不知道傅青宇有很大的起床气，有本事你自己敲门去叫啊。白外套男生自知理亏，没有办法，只能他自己上。深吸了一口气，像是在临死前做最后的告别，抬起手再次敲了敲门。宇哥，我们是奋斗吧家人节目组的人，您方便过来给我们开个门吗？悠悠站在门口眨巴着眼睛，他和四哥哥录的综艺好像就叫奋斗吧家人这个名字，他们是剧组的叔叔。悠悠试探性的细开一条门缝，小心翼翼的探出小脑袋，正好对上摄影师镜头，白白净净的脸庞，柔柔细细的肌肤，一双明亮清透的大眼睛好奇的睁大。正在看直播的人瞬间都炸了啊！我眼睛要怀孕了，这是哪个嘉宾的妹妹啊？这颜值太绝了吧，小小年纪就这么可爱，这长大了还得了？不只是直播间的观众，就连在场的几个摄影师也被悠悠的颜值惊艳住了。好半天一个摄影师才回过神，声音轻轻的开口，小妹妹，你是傅青宇的妹妹悠悠是吗？我们是奋斗吧家人剧组的叔叔，你哥哥起床吗？我们要开始拍摄了。悠悠认真打量了好几眼面前的男人，他们头上的气运值算不上高，但也肯定不低。这类人一般都是善良好人，只有无恶不作的坏人气运值才会很低，才会想着去抢夺别人的气运值。可以的，叔叔们请进呀。悠悠脸上露出两个可爱的梨窝，将门全部打开，侧过身给他们让出一条路。摄影师进了屋，悠悠也没有闲着，邀请他们到沙发上坐下，端来几杯水。叔叔们，你们先在这里坐一下，喝点水哦。悠悠现在就去叫四哥哥起床。悠悠一举一动都十分有礼貌，完全不像是一个普通3岁小孩子该有的样子。呜，这是什么小天使？感觉好有礼貌啊，这么小就知道招呼客人。对啊对啊，刚才开门侧身那个举动真的让人无限好感，真的太懂事了。什么懂事啊？我看这是一开始排练过的吧？真不知道你们有什么好夸的。我宣布从今天开始，悠悠就是我亲闺女。想骂她先来问问我嘴同不同意。就刚才招待摄影师的那几分钟，悠悠已经收获了大批路人缘，网上一片好评。几个摄影师看着悠悠是又羡慕又恨，羡慕傅青宇有这么一个乖巧懂事的妹妹，恨他们自己没有这么一个可爱妹妹。一个穿着牛仔外套的摄影师看着悠悠背影，发自内心的感叹了一句，真希望我媳妇
怀的这胎是女儿。这时摄影师想到什么？等等，刚才没听错，小团子是说要去叫傅青雨起床吧？傅青雨起床气，话还没有说完，所有摄影师纷纷站起身跟上悠悠的步子，怕他出事。事实证明他们的担心多余了。悠悠敲了敲门，四哥哥，我在悠悠呀，摄影师叔叔来了，我能进来吗？本来傅青雨还有些不耐烦，但是听到自己妹妹软糯糯声音的那一刻，刚刚激起的怒意瞬间被浇灭。四哥哥，悠悠见房间门没有打开，又叫了一声，下一秒房间门被打开，傅青雨穿着一件藏蓝色睡衣，头发乱糟糟的一团，眼睛带着刚睡醒的迷离。傅青雨一把将悠悠抱在怀里，洗漱了没有？悠悠乖乖的摇了摇头。傅青雨点了点头，一边抱着悠悠一边开口，行，四哥哥先带你去洗漱。看着傅青雨抱着悠悠离开的背影，几个担心悠悠被骂的摄影师呆呆站在原地。什么情况？不是说傅青雨有起床气的吗？现在这温柔的样子哪像有起床气？还有，傅青雨平时不都是高冷影帝吗？什么时候笑得这么温柔过？咱就是说，傅影帝你人设崩了。只因长得过于可爱，奶团子就被顶流哥哥连夜扛走上综艺，却不料意外发现哥哥的塑料哥们竟是想偷走哥哥和整个傅家气运的小偷。被惹怒的气运圣体四叶草转世的奶团子决定给他一点点教训，带着悠悠洗漱完，傅青雨又回房间给悠悠拿了一件日常款的蓝色裙子换上。傅青雨看着悠悠现在这乖巧可爱的样子，忍不住自豪的感叹，不愧是我傅青雨的妹妹，人间见人爱，这颜值简直和我一样高。咱们家要是没有我们这两个颜值担当，那还得了。悠悠知道傅青雨是在夸他，也没有谦虚，高兴的朝着傅青雨露出一个笑脸。四哥哥好看，其他哥哥也好看。傅青雨听到这话心里乐开了花，虽然悠悠夸了其他人长得好看，但是他可是单独被悠悠拎出来夸的。他高兴的捏了捏悠悠的小脸，不错不错，我妹妹情商也高，瞧瞧这小嘴甜的跟抹了蜜似的。几个摄影师看着傅青雨和悠悠甜蜜温馨的互动，都有点不想打破，但是看到现在的时间，出声提醒道，宇哥，现在时间不早了，我们要快点赶到目的地，迟了影响拍摄进度，导演还会扣他们的工资。闻言傅青雨也没墨迹，蹲下身和悠悠解释，悠悠，我们现在要去剧组了，你再看看我们有没有什么东西没有带。悠悠拍了拍自己的小包包，没有东西了，悠悠的东西都装在里面了。另一边，杨洋洋高兴的从车上跑下来，在周围找了好久，只看见了一眼望不到头的大山深处，连妹妹的影子他都没有看见。他当即垮下脸，眼睛里燃着火苗，正直直的凝视着杨之乐。哥哥，你骗人，这里根本就没有妹妹，我要回家。这如果换成平时，杨之乐早就一巴掌扇了过去，再配上一句爱来不来。只是现在是在镜头前面，他不能一味用暴力解决问题，万一到时候营销好说他没有傅青雨对弟弟或者对妹妹好，他输给谁都可以，就是不能输给傅青雨。杨之乐深吸了一口气，努力让自己冷静。杨洋，我们是第一组到达的嘉宾，妹妹他们还在后面没有来，不着急，怕等的时间太久。杨洋洋等不了又开始闹，杨之乐干脆给杨洋洋安排了任务，循循善诱着。杨洋洋，你知道怎么让妹妹更喜欢你吗？杨洋洋老实的摇了摇头，眼神期待，不知道。哥哥你知道吗？果然小孩子就是好骗。杨之乐在心里想着，哥哥当然知道，你和妹妹都是第一次到这里来，你可以去附近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妹妹来了你带着她去，到时候妹妹看见你知道那么多好玩的地方，肯定会特别喜欢你这个哥哥。我知道了哥哥。杨洋洋高兴的跑开了，哈哈哈，杨洋太好骗了，真没有看出来我乐哥在骗孩子上面这么厉害。不知道你们刚才有没有看见，乐哥和杨洋说妹妹没来时脸上的无语，难道就我一个人好奇杨洋和杨之乐说的妹妹是谁吗？如果我没有记错，这节目一共就只有2个女孩子来着吧？你们快看，那么又有人过来了。乐哥好，我是赵于瑞。赵于瑞牵着圆圆走上前，热情的和杨之乐打招呼。杨之乐在娱乐圈待的时间比他长，咖位也不知道比他高了多少，哪怕他再怎么嫉妒，镜头前面也要表现出尊敬的意思。杨之乐淡淡的点了点头，算是回应。哥哥，是咱们妹妹来了吗？听到动静，杨洋高兴的跑了出来，看到2张陌生的脸，一脸失望。原来不是妹妹啊，妹妹什么时候来啊？圆圆看见杨洋也没有上前打招呼，她在这个圈子里待了很久，一眼就看得出来，眼前的小哥哥没有演过什么戏。妈妈说了，不能和那样的小朋友玩，于是一直牵着赵于瑞的手。没过多久，又一组嘉宾到了，可惜依旧不是傅青雨他们那一组。各位前辈们好，我是柳如烟，这个是我弟弟龙龙。龙龙和大家招呼。圆圆听到龙龙这2个字，立刻跑上前和他招呼。龙龙哥哥你好，我是圆圆，你还记得我吗？我们一起拍过戏。圆圆笑得一脸天真，正要上前一步，龙龙突然躲在柳如烟后面不敢上前。柳如烟无奈的笑了笑，不好意思，我弟弟面对陌生人可能有点害羞。嫣嫣姐姐的弟弟好可爱。奇怪，龙龙不是和圆圆在一部戏里面搭档过吗？为什么他们不一起玩啊？可能是觉得有别人在，玩不开吧。小孩子嘛，熟悉几天自然就玩开了。赵于瑞看了看时间，自言自语开口，都这个点了，傅青雨这么还没到啊？这么多人等着他，多少不合适吧？言下之意就是在说傅青雨耍大牌。赵于瑞本来以为会有人附和，没想到现场没有一个人附和他。最后杨之乐还站了出来给傅青雨说话，规定的是10点钟，现在才9点半，准确的说是我们来早了，而且傅青雨住的地方比我们远，他妹妹又是所有孩子里面最小的一个，相信大家都知道，孩子越小越不好带。被杨之乐这里一说，赵于瑞有些不好意思，闭上了嘴。不是说杨之乐和傅青雨不对付的吗？怎么现在突然帮着傅青雨说话？是我的错觉吗？为什么我觉得杨之乐有点维护傅青雨的意思啊？楼上的不止你一个人这样认为，快看，他们来了，妹妹，你终于来了。杨洋洋老远就看见了悠悠，傅青雨他们车子都还没有停好，杨洋洋就兴奋地跑了过去，活像小狗看见骨头那样激动。悠悠还没有搞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杨洋洋就把手里的奥特曼递给了悠悠，脸上带着一个憨厚老实的笑容。妹妹，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奥特曼玩具，我现在把它送给你，你做我妹妹好不好？我还可以把我爸爸妈妈送给你。谢谢哥哥。可是悠悠有爸爸妈妈呀，悠悠离开爸爸妈妈会伤心的呀。杨之乐这时走到悠悠面前，将杨洋洋拉到自己身后，冲着悠悠温柔地笑了笑。你好悠悠，我是杨之乐哥哥。悠悠看见杨之乐笑，自己也跟着笑。杨之乐哥哥好呀，
听见悠悠软萌可爱的声音，杨之乐只觉得心都要化了，眼神越来越柔和。妹妹这种生物果然比弟弟可爱啊！怎么傅青宇运气这么好，能有妹妹？傅青宇从头到尾都盯着杨之乐，见他炽热的目光落到悠悠身上，傅青宇顿时像防小偷一样，直接抱起悠悠，往后退了一步，和杨之乐保持着安全距离。你一边去，少打我妹妹的主意，我收拾不了你，还有我大哥能收拾你。大哥平时欺负他们的手段那么多，收拾个杨之乐肯定也是轻轻松松的事情。杨之乐冷笑一声，也不知道是谁这么晚到，让我们等了你这么久。我看某些人空有严重，智商情商没一样在线。在镜头前面，杨之乐和傅青宇从来不掩饰他们对对方的不满和厌恶，傅青宇也不甘示弱。我懂，有些人就是羡慕我颜值比他高，不过你也别太伤心了，长得比我丑不是什么大事。悠悠小鹿眼带着迷茫看了看杨之乐，又扭头看了看抱着他的傅青宇。悠悠，我们以后不和丑八怪说话。傅青宇说完头也不回的离开了。所有人到齐，导演很快站出来，大致和大家解释了一下他们的拍摄模式，想必大家已经没有疑惑了。那就到了我们的第一个环节，上交行李。所有人一脸问号的看向导演，这就开始了。导演已经开始和他们介绍起第一个游戏环节。我们游戏是积分累积形式，我旁边有大中小3个类型的行李箱，你们现在需要选择我旁边一种类型的行李箱，把你们接下来几天可能会用到的东西装到你们所选类型的行李箱里。大行李箱5分，中行李箱10分，小行李箱20分，请大家自行选择行李箱。听完导演的话，嘉宾们已经开始商量对策。毫无疑问，小号行李箱优惠很大，只是他们带的是2个人的行李，最少也有2个行李的东西，小号肯定装不下，只能尽可能挑着有用的东西装。任务1，第一轮游戏积分超过傅青宇，任务获胜获得傅青宇10气运值。听到系统的声音，赵于瑞毫不犹豫走到小号行李箱前，提起小号行李箱开口，我们选小号行李箱。赵于瑞的声音让所有人侧目看向他，不解于赵于瑞这个荒唐的决定。傅青宇见状好心劝导，于瑞，现在还有时间，你不准备考虑一下吗？赵于瑞信心十足，我决定好了。杨之乐轻嗤一声，有些人管好自己就行，怎么这么喜欢多管闲事呢？傅青宇瞪了杨之乐一眼，但没说话。赵于瑞也懒得理会傅青宇和杨之乐的明争暗斗，提着小号行李箱走到圆圆面前，耐心询问，圆圆，你把自己的行李箱打开，哥哥帮你拿一下出来行吗？圆圆没有回答赵于瑞的话，只是一味的埋着头，死死握着自己的行李箱，显然是不情愿的意思。赵于瑞平时最在乎面子，知道大家现在都盯着他，语气比刚才严肃了一些。圆圆，听话。赵于瑞的声音吓得圆圆身体颤了颤，想到自己妈妈告诉自己的话，到了剧组要听哥哥的话，咬牙同意了下来。见圆圆同意，赵于瑞脸上重新露出一个温柔的笑，满意的摸了摸圆圆的头，我们圆圆真听话。赵于瑞蹲下身在行李箱里翻找着，圆圆，你是大孩子了，这些洋娃娃可以不用带，衣服带几件换洗的就好。圆圆，你这件裙子太占地方了，哥哥先帮你拿出了，这些发卡鞋子也是。圆圆眼巴巴看着自己的东西被赵于瑞拿出来，咬着下唇，满脸不情愿，那些都是他最喜欢的东西。放了几件圆圆换洗的衣服，赵于瑞开始往小号行李箱里放自己的东西，衣服帽子手表样样没落。赵于瑞组完成任务，积20分。导演看着赵于瑞收拾的行李箱宣布，我家瑞瑞真厉害，一来就拿了20分的积分，最后的第1名肯定也是他，长得帅还这么会收拾东西，以后就找这样的老公。悠悠听见导演的话，干劲十足，伸出手扯了扯傅青宇的衣袖，抬起头乖巧的看着傅青宇，四哥哥，悠悠可以只带2件衣服，洋娃娃和小兔子玩偶也可以不带，我们也选小箱子好不好呀？准备选大号箱子的傅青宇愣住了，他其实不在乎游戏输赢，他只是想带着悠悠出来走走，顺便单独霸占悠悠一段时间，因此没想让悠悠在综艺受委屈。见傅青宇没有反应，悠悠再次扯了扯傅青宇的衣袖，可怜的嘟囔着小嘴，眼睛水汪汪的看着他。四哥哥那模样像一只受了委屈的小兔子，可怜巴巴的望着他，止不住的让人心疼。好，四哥哥都听悠悠的，大不了他少带点东西就好了，苦了他也不能苦了妹妹。悠悠脸上的委屈很快被笑容覆盖，迈着小短腿跑到导演面前，导演叔叔，如果悠悠和四哥哥用更小一点的箱子，会不会有更多积分呀？